而且令他意外的是，他的运气还算不错。您还懂一些医药知识啊？那是自然，老夫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算你相公的半个师傅。可惜那个容易越长越歪。难怪容易如此聪慧，还有那般实力，原来是多亏了您的教导啊。那如今您来做荣爵的师傅，这以后对于他而言也是极好的一件事了。行了，别拍我这老头的马屁了，你的心思啊都写在你的脸上了。我这以后就在这里住下，你们叫我剑老就可以。我也希望我这一身的剑术能有好的传人。嘿，那肯定会有的，只要有人用心肯学，自然会完成您的心愿的。您又是饱读诗书的，那我就不让荣爵再去私塾学习了，跟着您就可以了。这以后都要多靠剑老了。你们觉得这一次咱们拜下的师傅是不是会比较严厉？万一太严厉了，以后咱们的日子怕是会苦不堪言啊。那该怎么办呀？咱们也没办法改变这结果呀。那不如反悔。牛蛋立刻摇了摇头，这可不行，若是反悔了，那咱们成了什么人了？不是要被人给笑话死啊？王傲轩却是跟着点点头。可以，荣爵你做什么，我便跟着你做什么。荣爵拍了拍王傲轩的肩膀，还是我轩哥可靠。他当然可靠了，就差没把你给捧上天了。你要是不与我们一道，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我这儿可不留不聪明的人。谁说不一起了？我也一起，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他妈的还敢有条件？做事儿学学人轩哥，干啥事儿人都不要求回报。牛蛋儿猛地摇了摇头，没好处的事儿我可不干，那不好好做事儿的叫傻子，我才不要呢。荣爵皱起了眉头，这个不要脸的混蛋，他竖起了一根手指，一个我娘做的烙饼，2个。荣爵翻了个白眼儿，就一个，爱干不干。牛蛋立刻怂了，好，我跟了，接下来你做什么我跟上。嘿，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其实咱们也不是说话不算话，更不是做事不靠谱，一定要推翻自己的承诺，咱们这纯粹是正常思维。如果答应下来确实要被人给害了，那自然是不能应承的。这应承下来，那最后被整死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反正不管说啥，你记得一个烙饼。你他妈就知道吃。好，保证给你安排，你这尽管放宽了心便是。就在这3个人都想好了接下来要做的事儿的时候，忽而耳边传来了一道声音：你们3个过来。牛蛋心想着那块烙饼，便先行一步到了剑老的跟前站着了。荣爵与王傲轩也跟了上去。剑老见到牛蛋最先，唇角勾了勾，而后一指荣爵：你来得太慢，一旁马步先蹲2炷香的时辰，你们2个剩下的蹲1炷香。你们蹲完了，监督着他去做，一会儿完成了过来找我。荣爵无语，牛蛋痴痴地笑了。荣爵这个贼精的，总算是遇到了个厉害的了。这老头正是荣爵那小子的克星啊。荣爵有些傻眼，虽然惩罚对他来说不算太难，可这也有点怎么说呢，小小的丢人呐。话说他还不至于就这么被折腾一通吧，也的确是有些郁闷来着。荣爵最后被罚着蹲了2炷香，对于他来说并不算难，他平日里蹲马步那可是习惯了的，早就已经练得很纯熟了。王傲轩与牛蛋先蹲完了1炷香，他们都是练过了的，不过平日里练的并不算多，这会儿蹲着起来了，腿还有些打颤。总算是蹲完了，咱们该监督荣爵了吧？这小子难怪天天被荣爵给欺负，就是人比较傻了点。我继续与荣爵一起再蹲1炷香，反正监督着他也没什么事儿，倒也不如蹲完了的好。荣爵看了眼王傲轩，心底暖暖的，他扬起了下巴，得意着道：我就知道轩哥对我最好。我去，这王傲轩真的是处处都要表现呢。关键是你都蹲了，我能不蹲着呀？牛蛋一咬牙，想了想他的烙饼，又想着不能让荣爵这混账小子赖账，便跟着也蹲了起来。3个人都蹲完了2炷香，那腿都快不是自己的了。牛蛋2腿已经颤得快抽风了。他平日里好偷懒，这一次却是为了自家兄弟，其实是为了烙饼。他居然坚持完了，连他都不得不佩服起自己来，就是腿真的直不起来。基础功如此之差，
以后每天蹲着马步听我读书，我读一句，你们念一句，读完后背诵，每天背诵300字，第10日复查，未曾遗忘者休息半日，忘了的重新再背。10日算是3000字复诵，而且也算是反复记忆了。每日某时起床后，热身后跑山，早餐后开始蹲马步背书，每天的安排皆是如此。晚饭后虚实亥时继续，不过不用背书，只做检查背诵情况和学习剑术。说要这么练习，那我们还怎么去私塾上课呢？你们被我从私塾带回来这一刻开始，还想啥继续去上课呢？别想了，以后就好好的跟着我练剑。荣爵他娘，话说这剑老是不是练得有点狠了？咱们这孩子可是以前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啊。苦倒是真的挺苦的，不过眼瞧着他们仨还能承受得了，你也尽管放心，我瞧着大体是没什么的。他们这样训练，以后指不定还能有所成就，这倒是以后能让我们这做母亲的放心了。王夫人皱起了眉头，打量着眼前的荣爵的亲娘。荣义那般的人才，算是这村子里数1数2的。之前人人都讲荣义娶的娘子不怎么样，好似为人又懒又肥又黑，不知道多少人替荣义心疼不已的。此时他真的瞧见了眼前的这无数次被人给说了闲话的宋大小姐，却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王夫人可曾吃过这样的团子啊？我这还是第一次做，你尝尝看。我看你们家傲轩啊，在这表现的挺好的。人嘛，学本事哪里有不吃苦的？这年少的时候不吃苦，长大了吃的苦就更大了。荣爵和牛大都能受得了，你们家傲轩一样可以。王夫人一怔，她这担忧的心情顿时又放松了不少。这团子味道还真不错，挺好吃的。你说的对，其实我便是真的劝轩哥儿，他也是不听我的。说来笑话，这孩子自小脾气就倔，做事自己特别有主见。之前他总是带着一群孩子们乱来，如今我瞧着还是长大了不少，他还是挺会照顾人的。我们荣爵多亏了轩哥儿从旁照顾了，他们3个感情好，这是好事情。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要是真的心疼，那就等轩哥儿回去了，多做2身衣服给他穿，生活上照料的好了就行了。哼，好，他在这儿就劳烦你费心了，不妨事儿，做个大锅饭而已了。现在我这还有丫鬟，这做家务也是做得过来的。可以，我也能叫轩哥儿身边的丫鬟婆子们过来照顾着。这估计到时候见老就要生气了，怎么地也不能让孩子身边再跟着更多的人了，这么多人跟着，又怎么能叫学本领呢？说的倒是，不过我呀，就是有些想要替你分担一些，省得显得我这个做娘的有些束手束脚的，倒是什么都不成了。不光孩子们之间会被人攀比，这当娘的做得好不好，旁人也会说些话来，向来做人就不容易。哼，如果你真有心，那你就自己过来，最多带一个丫头，然后我教你做点心。你那儿子挺喜欢我的小食的，说是你学成了便常来就是了。好，那就听你的。宋小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若是不开门与我相见，我便在此日日吟诗，以诉衷情。宋小姐，落花有意，你这流水不能无情啊。爵哥，这怎么回事？外面叫的宋小姐是谁啊？这里头只有我娘一个人姓宋，你说这叫的还能有谁？荣爵这会儿那可是真的生气了，还从来就没有人敢在他们家的门前做这种事儿的。倒也并不是他要生气，而是的确挺过分。这人胆儿挺肥啊，连你爹的人都敢碰，这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吧？我可是真替他捏上一把冷汗。牛蛋那是真的佩服，这村里头谁不怕荣爵他爹呀？别看就是个文弱的秀才，那黑心起来可就真的没一个敢惹他的。这门口叫着的人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做到这个地步，大概是不知道自己离死期不远了吧。哼，别说是我爹了，就是我，那也得整死他。王傲轩在一旁也跟着点点头。不错，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这人敢做到这个份上，咱们就得让他吃点苦头，要不然他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荣爵的眼睛微微一眯，表情阴冷得很，
他的这副模样，一旁站着的牛蛋瞧见了，顿时一个哆嗦。不得不承认，这荣爵若是厉害起来，倒也是的确有着他爹容易的那点样子呀，让人看上一眼便觉得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了。他叹了口气，这门口站着的也不知道是谁，真是够蠢的，连该惹谁不该惹谁都不知道，也是傻。荣爵正在蹲马步呢，忽而站直了身子不蹲了，他这么一动，剑老的一块石子儿就飞了过来，正打中他的膝盖窝。荣爵的膝盖窝一软，顿时一弯，便扑通一声半跪在地上。干什么呢？我让你起来了吗？有人在门外欺负我娘，我忍不了。怎么，你要与那人打一架？话说，就凭你现在这样，也不是他的对手。要是我被人揍死，也绝对不能受这种屈辱。剑老瞅了他一眼，倒是笑了起来。很好，那你去吧。荣爵一时语塞，这老头难道不是说的要站出来帮他的吗？就这么让他去，他一个小毛孩子能跟人家这样的大人对战吗？简直开玩笑。荣爵眯着眼睛又瞅了下剑老，而后开口问道：师傅，您不打算帮一帮我？想什么呢？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想要使唤他，大概这小子想的有点美。荣爵哭丧着脸拜了个师傅，这师傅却是一点都不靠谱，简直要气死他了。可外面这人他可是真心不能忍，说是就这么下去，他的娘亲就要被人给拐跑了。荣爵眨了眨眼，忽而又想到了，那您把您的剑给我用一下。爱去不去，我的剑可不拿给你。荣爵没想到自己的心思全被这师傅给猜得一清二楚，这整得他这会儿可真没辙了。刚刚就是你们在这儿乱吼乱叫的。荣爵上前就直接开口问了起来。他这么一开口问着，直接让眼前的这几个人都跟着一愣，居然不是大人过来，而是个小毛孩子，这倒是让人觉得古怪的很。荣爵指了指为首的，眼瞧着就是个头的，直接开了口：就是你，想要在这个时候捣乱，你这胆子也够肥的。为首的男人瞅着只有自己半截那么高的荣爵，有些傻眼，这么一个混账小子那是哪来的？走走走，哪里来的小子？这有你说话的地儿没有？你在这儿瞎起的什么哄？没你事儿，赶紧滚开！你嘴里喊着的宋小姐，你是小爷亲娘，你们敢在这儿闹事儿，小爷今天就要让你们知道点厉害。宋时锦原本是要直接出手的，只是后来一想，荣爵也在，正好看看荣爵要怎么处理。他有料想到荣爵会义愤填膺，或者会愤而出手之类的，却怎么也没想到荣爵的表现与他想象中始终是差距有些大。好像这荣爵满身匪气的样子，这小爷的称呼他都是跟谁学的？宋时锦一时傻眼了，都忘记这会儿上去自己主动处理了。你是宋大小姐的亲生儿子？这个小子，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不过从外表上来看，这臭小子倒是真的长得极其好看，而且这个小子的胆子还特别的大，又瞧着一脸聪明的样子，别说，倒是真的很有可能会是宋大小姐的儿子。那当然，你这个乱在旁人家门口吠叫的狗东西，还不快点过来给小爷磕头！你个臭小子，敢这么骂我，我看你是胆子太大了，不知道自己什么德行了。给我等着，你们还愣着做什么？把这小子给我抓来，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男人气得直接叫了自己暗卫们过来，就要抓荣爵。宋时锦眼瞧着儿子就要被欺负了，正要上前，却被剑老给拦住了。夫人，我知道你的身手好，不过此时可不是你出手的时候，荣爵得受点教训，他才能成长。宋时锦微微一愣，倒是立刻反应过来了，说的是他是关心则乱了。老爷子说的是我这个做娘的有点急切了，这的确还是需要再等等，我倒也不必急。剑老点点头，放心，老夫不会让徒弟白白挨揍的。这话说的，宋时锦不由得替荣爵点了根蜡。剑老看样子那是已经想好了，要让荣爵吃点亏，挨揍是必然的了。你们放开我！你们快放开我！放开你！你敢辱骂本公子，今天我就剥了你的皮！把我的鞭子给我拿上来，我要让这混账小子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啪的一下，他扬起了鞭子，就是一下，重重地抽在了荣爵的身上。荣爵的衣服直接就被这带了刺的鞭子给划开了道口子，
那鞭子上可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倒刺的，这会落在荣爵的身上，衣服自然是保不住，当然还有他的皮肤也跟着划拉了一下，疼，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瞬间袭来。荣爵咬着牙，居然忍住了，而且完全没有叫出声来。剑老的目光中微微闪烁出几道赞赏来，宋时锦却是直接背过了身子，听到了鞭子声响，也知道荣爵已经在此时被这鞭子给弄受伤了，他的心跟着就是一抽一抽的疼。很好，这鞭子我记住了，你们如此对待我的儿子，回头我也必然要让你们为此而付出代价。抽我儿子一鞭，你们便得偿还2鞭。嘿，这小子倒是脾气够硬，倒是也还有几分骨气，看不出来这倒是挺硬气的。不过这会儿也不知道你又到底能坚持多久。宋大小姐，怎么样？你这个当娘的就这样子什么都当没有听见？我一会儿若是把你这儿子给打废了，你是不是也只当什么都不算事儿啊？看不出来，你这个当娘的倒是挺狠的心呢。宋时紧闭着双眼，他没有回话，他也能感觉到荣爵在看他，他生怕自己在看向荣爵的时候会看到那孩子埋怨自己的眼神。嘿，你少在这里说我娘，不过就是你一鞭子，我皮糙肉厚的才不怕被打。我娘说了，做人不能丢骨气，娘你不用担心儿子，我不会给你丢脸的。荣爵咬了咬牙，疼是真疼，肌肤之痛也的确疼，可他更怕娘会被人给欺负，他是来给娘出气的，不是要让娘心疼的。荣爵越是这么说，宋时锦越是无法忍受了，他立刻转过了身子，目光紧紧地盯着荣爵。剑老，我还是会心疼啊。说完这话，他没等剑老反应过来，便立刻朝着荣爵冲了过去。他直接走到荣爵的跟前儿，看着他破烂的衣服和被打红了的皮肤，心疼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爵儿，你一定很疼吧？这鞭子娘应该帮你受着的。娘，我是男子汉大丈夫，该我承担的，我一定不会不承担的。你别这样，娘，你看我坚强的很呢。荣爵被宋时锦抱着，心底极其的高兴。不过这会儿的他还不忘记悄悄地给他娘说点好听的话。娘，你别担心，这种鞭子我爹都打过我的，我之前一个人出门调皮也挨过抽呢，都没啥事儿。娘，我可不疼，一点都不疼。宋时锦一句话也不说，目光凶狠地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此时的他满腔的怒火已经开始在缓缓地升腾起来了。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可告诉你，那只能怪你儿子自己惹事，跟我没什么关系。宋大小姐，你的确很厉害，可是你再怎么厉害，你也只是一个人。我这里有这么多暗卫，而且实力还是之前那几个人好几倍，你觉得你能比得了吗？眼前的男人冷笑起来，说着他拍了拍手，身后果然很快有10几个一身护卫打扮的高手暗卫们瞬间出现，他们个个都站在了男人的身后，目光冷漠。我上一次被你给讹诈了7000两，这可是极大的耻辱，我怎么样也得一雪前耻。宋大小姐，这一次我看我要教训你儿子，你又能怎么拦我？哼，有没有人告诉你，越是狂妄的人下场越是凄惨？你以为你自己能胜利，其实你自己最是可悲。我总是要提醒你一句的，不要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儿，或许你根本就不算什么，连个人提鞋都不配。宋时锦的目光扫视了一圈这些个暗卫，周身的气势更为冰冷，荣爵都仿佛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杀气，不由得抬眼看了看身边的母亲，不是错觉，这种气势真的来自于自己的娘亲。为什么娘亲身上的这种气势竟然仿佛比眼前这些个看起来很强壮的护卫们还要厉害？他的娘亲到底什么来头？很快那几十个暗卫瞬间将宋时锦给围上，就要出手之时，忽而一道声音响了起来：一柄长剑走江湖，千篇诗文醉茅庐，路遇不平3-2事，斩尽无情世间人。宋时锦有些无语，这剑老出场还自带 BGM 给他资格，整个气氛烘托着的吧？果然大佬就是大佬啊，这可是真的叫一个与众不同呐！邻居男人皱起眉头，而后等到看清楚了，这会儿忽而就哈哈大笑起来，手指着剑老得意着道：还他妈念诗呢，搞笑！我以为是什么人呢，还念了一首不怎么样的口水诗。你这是干啥呢？
显摆也不是你这么显摆的吧？他的嘲笑的话语刚刚说完，忽然眼前一黑，而后脸上便立刻感觉到了重重的一下，仿佛是什么直接打中了他的脸，这让他不由得一懵。等到反应过来，剑老此时就已经站在他的面前了。我操，你这个老不死的，竟然敢打我！他才又骂了这么一句，眼前的剑老二话不说的直接又是一个巴掌呼了上去，这回更为响亮，更为清脆。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敢对长辈无礼！你这个娃娃看来就是小的时候欠了教育吧？居然敢这么跟长辈说话，小时候规矩没学好，大了我就让你知道得罪了人该怎么被教育。你放肆！你们都他妈的是废物是不是？就看着本少挨打，一个个就只知道在这里站着。他这么一开口，旁边的暗卫们这会儿也仿佛是意识到了什么，也不敢在一旁站着瞧热闹了，连忙冲了上前，终于也算是知道来帮忙了。娘，我这个师傅要被人给围上了，他这年纪大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能力躲得开。荣觉此时自然是紧张的，这会儿的他可是挺担心剑老的。你不是还不大喜欢剑老训练你的吗？之前还不大情愿的。哎呀娘，这能一样吗？这会儿剑老跟咱们那可是自己人，他是帮咱们的，我能不知道谁好谁坏？娘，咱们得想办法帮一帮师傅，娃儿这一下倒是不打紧，可是师傅年纪大了，那可不行。宋时锦听了儿子这话，心里头倒是几分放松，看来他和容易的教育还算不错，这孩子最起码还懂得道理。你师傅聪明着呢，这点小事儿他可不怕，要是他觉得不行的话，那一开始就会收手了，哪里还会等到现在啊？荣觉微微一愣，而后似乎有点明白宋时锦说的这话了，好像是有那么几分的道理。果然，那群的暗卫们这会听了邻居男人的话，这会一窝蜂的就朝着剑老冲了过去，眼瞧着他们似乎还是挺厉害的，而且一个个也的确水平比之前的那一波暗卫都强多了，只是却奇奇怪怪的，明明冲到了剑老的跟前儿，却始终都碰不到他。荣觉简直看呆了，同样看呆了的当然还有这会儿站在门口的王傲轩和牛蛋两个人。牛蛋都顾不得关心荣觉，这会儿被剑老的英姿给震撼了。王傲轩，咱们这是不是真的拜了一个特别牛的师傅啊？眼瞅着这师傅好像是真的牛的不行啊。王傲轩深吸了一口气，眼睛放光。应该是，咱们若是好好的练习，早晚也能与眼前的师傅一样。之前的他们还是有点那么不服气的，毕竟这师傅看起来总还是有那么几分不靠谱的，瞧着他好像怎么看都是不怎么样，但是这会儿真的等到了老师傅出手，他们才知道神果然是不可貌相的。我以后一定得好好听话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这男人惊恐不已，这会儿彻底被打服了。剑老打完了，手里细细的树枝却是这会儿连断都没断，依旧还是一样的结实。这一瞧就知道剑老的实力真的很强。剑老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这群人，滚！一群废物，还不快滚！你们给我等着！不过挨了一下，上了药，下午继续。是，师傅，我这一鞭子一点都不疼的，连上药都不用。师傅，我要跟着您学本事，学真正厉害的本事。还有我也要跟着您学刚刚做人的本事。嘿嘿，这种好事哪少得了我呀？况且俺们三兄弟干啥都要在一起。别废话，能不能行？那可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要真真正正的练出来的。不好好做事，净说些废话，一点用都没有。剑老这话说的，这会儿让眼前的三个人很认真的点点头，说的也是，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是能不能真正的做到，那可是要看努力的情况的。宋时锦在一旁瞧着，脸上也渐渐挂上了点笑容。你倒是会对你的孩子心疼，可惜就算是心疼，用处也不大。对不起。要是以后你还这样，我敢保证荣爵一定会被你宠得一点用都没有。不会不会，我以后一定都听您的话，不让我出手，我真的不动。你记着你今天说的话，
这孩子是个有能力的，别养废了。只要孩子有手有脚的，吃点苦不算什么。那在军队里训练出来的好兵们，哪个不是摸爬滚打出来的？别太溺爱了。宋时锦连连道歉，他这个当娘的可不敢拿乔，要是真的一瞧孩子吃苦，就把火气发到剑老的身上，那这孩子以后谁还敢教啊？剑老见宋时锦还算上道，也算是接受了他的意见，又虚心的被他给教训了一顿，这才罢了。这丑话他也得说到前头，总不能这会儿不说，以后出了问题再闹矛盾，那样反而不好看了。教育孩子就得家长和师傅一道使力。怎么了？看你这副样子，就跟被人给欺负了一样。说话，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以前始终不懂我为什么要努力做事，要好好表现，因为爹常常对我说，旁人的看法并不重要。你爹说的不错呀。荣爵皱起了眉头。那既然别人的看法不重要，那我努力又有什么用？这个总是要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吧。可是如果我不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很好了呢。王傲轩有些无语，这个荣爵果然就是个死杠精，怎么说他都有的杠。王傲轩这会儿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反正怎么回答他，他都能有话对。那你刚刚说话的意思就是你想通了，知道为什么努力了？当然，原来我一直要努力的理由只是要为了我娘。你高兴就好，其实什么理由都是自己说服自己的，每个人努力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理由，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管他理由到底是什么，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我也有努力的理由，不过跟我家人无关，只是攸关一个承诺，也许对旁人来说无关紧要，对当事人来说也无关紧要，可是对我来说却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让我觉得自己忽然之间有了价值，这样的价值可能比其他的事情都要来得重要的多。王傲轩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倒是牛蛋在一旁说话了。我也有努力的理由好吗？我要好好努力，争取以后每天都能多吃几顿好吃的。王傲轩与荣爵顿时不想再聊天了，两个人看了一眼牛蛋，而后无语得很。当你人生很抑郁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眼牛蛋，你就会觉得原来有人真的可以活得那么没心没肺，无所畏惧。傍晚时分，牛二嫂前来探望自己的儿子，看到牛蛋累成了狗，满眼含着热泪，却还要坚持努力的模样，牛二嫂的眼睛顿时睁大了。牛蛋还是挺认真的，您可别……这就对了，就得这么干，让这个小子平日里给老娘惹事儿的，这会儿总算是有人收拾他了，就让他多吃点苦。金娘啊，别嫌这孩子嫩，我跟你说他皮实着呢，不听话就抽，放心，没事着呢。宋时锦有些无语，牛二嫂这当娘的，那可是对孩子一点都不溺爱啊。你这真的不心疼这孩子辛苦？我都瞧着挺心疼的呀。哎呀，心疼什么呢？我跟你说，不打不成器，这孩子啊，生下来哪一个都是混世魔王，可没有一个生下来就会听话，那不看着他，一个不小心，一回头就把你家给拆了。好像有这么几分道理啊。所以说，本来这孩子生来就该管教的，大了10来岁了，让我管我都不管，但是这会儿这年纪，就得吃点苦头，棍棒之下出孝子呗。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呀这都是经验之谈。对啊，我以后还是得跟着二嫂您学着点儿。那还是算了吧，倒也不是你要跟我学习，是我要跟你学才对。我们家那口子他可是说了的，要让我向着你学习呢。那好啊，咱们两个互相向着对方学习就是了。不多时，王村长的儿媳妇王夫人也来了，她将宋时锦上一次说的话给放在心底，这一次还真的算是记着了，只带了一名平日里话少、能力很强的婆子前来。牛二嫂瞅了一眼，也认了出来，眼睛顿时睁大了。这王村长家的儿媳妇怎么也来了？是来找你的？她是轩哥的亲娘，这会儿能不来吗？跟你担心牛蛋一样，她这会儿自然也是在担心自己的儿子。说的倒是，看来轩哥的娘亲还是挺靠谱的。王夫人看着是个挺有身份的人，可却并不是什么脾气性格不好的，反而这回有机会跟牛二嫂聊天，显示出了她作为村长家人的情况。牛二嫂只是跟她聊了几句，便觉得这王夫人情商挺高，瞧着其实与霍安若挺类似的，都是话少却温柔爱笑的人。
你瞧瞧我，只顾着这样说话了。哎，我呀，这张嘴就是拦不住，非得多说几句才行的。其实这倒也没什么的，我呀，还就喜欢你这样爽朗的性格好的。老爷子，我给您准备了上好的酒，不过您只能喝一点儿，多了可不行。好了好了，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多余的话我可不说了。怎么样，会不会很累很辛苦啊？王傲轩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眉头一皱，有些不耐烦着道：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来看看你练得怎么样了吗？王夫人平日里惯着儿子惯习惯了，就怕王傲轩真的生气了就不理他了，这会儿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王傲轩的语气还是依旧挺冷的。我这挺好的，你没事就在家里待着，别总是乱跑。王傲轩说的这话自然是令王夫人有些小小的压抑的，可他此时却是什么话都不敢多说。倒是一旁的宋时锦瞧见了，推了下荣爵：娘，你放心，这轩哥不懂事，我得教育教育他。轩哥，你怎么跟你娘说话的？王傲轩一愣：兄弟，娘可是你最重要的人，你再傲娇不能对着娘啊，你学学我，得撒娇。我叫荣爵，是轩哥的好朋友，您就是王夫人吧？您长得真好看，还这么年轻，一瞧就特别的有气质。王傲轩一时语塞，这会的荣爵那狗腿的样子让他很是无语，说是再换个人，大概他就直接会生气了。可平日里他对荣爵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又特别宠着荣爵，这会儿倒是什么话都不说了。王夫人受宠若惊：荣爵吧，我也听轩哥说起过你。锦娘，还是你会教育人。荣爵这孩子呀，真的是越来越乖了。以前的他与现在那差距可是大了去了的，现在看着他这反而越来越好，我都羡慕你能教育好孩子的这种本事呢。荣爵现在变得可真好。哪里呀，我看牛蛋也好着呢，他可是3个孩子里头最老实淳朴的一个了。而且我还听介老说了呢，您这个牛蛋习武的天赋可是3个人中间最好的，他的身体素质和力量速度那真是天生的极佳，还有耐力那也是最好的。你说的可是真的？那是自然，我还用得着骗你不成？荣爵是练得早，牛蛋起步的晚，但是现在那个实力也已经很强了的，这点剑老可是一并说了的。你那个恶心人的邻居好像已经不在了。不在了？什么意思？就是那天他们被剑老给教训了一通之后，就再也不敢留下了，连夜就搬走消失了。这不是极好的事儿吗？可以，以后这日子可总算是清静了。不过我其实也能理解那人为什么非要在这儿不肯走，还要死缠着你。你呀，你这个人就是太优秀了，像你这样的女子，若不是早嫁了人了，那可是追求的人很多呢。行了，你呀就别乱说这话了，我呀这可不相信。有啥不能相信的？我这说的呀都是实话。你瞧瞧你，屁股是屁股，脸是脸，哪儿看哪儿好看。我是个男人啊，就喜欢你这样的。感情别人就是屁股不是屁股，脸不是脸啊，原谅他真的理解不了这种夸奖法。而且你还能做一手的好饭，这就很难得了。宋时锦顿时无语。容易啥时候回来呀？你呀，平日里也得看好了他。如今他不经常在家，一直在县城那种地方，难保不会被旁的女人给勾去了。等他回来了，你就多检查检查他，比如看看他的衣服有没有其他的味儿啊，还有他有没有什么新衣服之类的，还得问问他平日里的钱都花哪儿去了。反正你就听我的，可不能让男人自己在外头乱来。宋时锦被牛二嫂这话给整的，说实话是有点懵的，但是又觉得是有些好笑的。宋时锦也不好拒绝牛二嫂的好意，便跟着点点头道：我知道了，二嫂，我肯定会看好门的。半个月之后，张掌柜正在审阅稿件，忽而有伙计冲了进来。掌柜的，大喜事啊！什么事儿能让你这么高兴啊？瞧瞧你这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会儿你中了举人呢。那倒不可能，我家的祖坟没冒青烟。但是掌柜的，今年你可是发了，那个讲的狐仙故事的画本大卖了，不过成品超了300本，结果在10天之内就全卖完了。全卖完了？没错，是真的全卖完了。掌柜的，现在外面一大堆喜欢看画本的书生们都在催着等后续呢，咱们这可是遇着好机会了，那这一次可绝对不能错过了呀。
外面有多少人？估摸着算了算，有将近几十人呢。但是掌柜的，依照平日里的画本销量的行情来算，这还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3个月，这画本可能会人传人，口碑越好，效应越好。到时候这画本可能看的人会更多。伙计兴奋不已，难得遇到一本卖得好的。这书店的画本卖起来，那也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的。有些画本不温不火的，也就只能是刚刚好小赚一笔。可有些画本就会莫名其妙的人人都喜欢，而且一出手就立刻卖得极快。我早知道这画本一出定然会有好的结果，只是没有想到这结果居然来得这么快。你立刻找我们所有的抄写画本的写手们给加上一点钱，开始让继续抄，一定要再多抄3000本，一直到卖不动为止。好嘞，掌柜的，就等您这句话呢。哦，对了，赶紧备马车，我要出去一趟。夫人，薛夫人来了。安若，快让她进来吧。我看你家是越来越热闹了，终究是忍不住过来也凑个端儿，毕竟一个人在家挺无聊的。无聊了就来我这串门就好，我这儿啊随时给你留着门呢。这是我做的，你也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我做这道菜还是跟你学的，我们家老薛总是说我做的味儿不正，正好我就过来让你试试了。宋时锦与霍安若坐到桌子旁，尝了尝他做的料理，然后点点头。这味道还行，不过呀，你肯定是放醋的时候将时间整错了。其实这个可以稍微等一等，快出锅的时候再加。难怪我始终做不出你说的那个味道，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呀！这一次你提醒我了，那下一回我就不会再出问题了。妹妹是在练字的吗？倒也不是，我其实就是挣点小钱。对了，安若姐，你应该是识字的吧？认字倒是的确认得起个的。那倒是正好，姐姐可以帮我看一看的。看看？对，我其实是在给书店写画本，但是也不知道这本子写的好看不。正好安若姐你也识字儿，不如就帮我瞧瞧呗。你写画本？是啊，其实我的水平可能不怎么样，我就是想要多挣点钱，毕竟希望自己能有多点收益之类的。还请安若姐你帮我瞒着点儿，这事儿我也不想让其他的人知道。你放心，你既然对我这么说了，我一定帮你保密。我其实也挺喜欢看画本的，只是偶尔到书店里租着看过，不过租书也是一样挺贵的。我觉得依照妹妹的实力，那水平一定不错。这就麻烦姐姐帮忙瞧瞧了，只是尽量就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你尽管放心，不过我看的有些慢，也许得过3天才行。那没事儿，你只管慢慢的看就行，我也不急的。宋时锦本以为他拿去之后真的得他说的3天时间，却没想到只是第2天，霍安若就拿着书回来找他了。霍安若的一双眼睛都熬红了，那黑眼圈也是特别的明显。他一见宋时锦，立刻无奈着道：这画本太好看了，我没控制住，熬夜看完了。宋时锦一愣，难怪这霍安若的眼睛都红了的，原来是这么个原因呢。他看着他，有些心疼着道：你呀，都说了自己能看3天的，何必那么着急呢？你瞧瞧，这眼睛都红成什么样子了。锦娘啊，这你可不知道，这书太好看了，我可是真的太喜欢了。这故事是我所有看过最吸引人的，我特别喜欢。尤其是女主人公真的太好了，而且你写的特别有画面感，我看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在看戏剧一样。你真的觉得好看？那是自然啦，好看，简直太好看了。锦娘，你真的太厉害了，我现在更崇拜你了。别，你可别夸我了，你喜欢就好。我一开始还没什么自信呢，你喜欢了我就放心不少了。至少你做我书的读者，有你一个人喜欢，我就觉得这就挺好的，就有动力了。你别没自信啊，我真的觉得你写的特别好，你以后就多写点吧，多写点，然后给我看，我真的迫不及待的想看你写的其他故事了呢。好，那我以后一出新的画本，我就给你看。一言为定。宋时锦看着霍安若这么兴奋的样子，也跟着笑了起来，他也松了口气。看来他的书是没什么问题了，只要有人喜欢，那可是的确不错的呢，他也可以放轻松继续写了。好了，我也看完了，也把画本还给你了，这会儿总算是可以回去好好的睡一觉了。张掌柜，宋时锦微微一愣，这会张掌柜怎么会来啊？他这会过来是怎么回事？荣夫人，大喜啊！大喜？宋时锦先是疑惑，而后忽而是有些明白了什么，这会儿还能听得到喜这个字儿，他还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你是说我的画本的事儿？对呀，大喜啊！夫人画本抄写了200本，全卖光了。现在各个其他书店分店都来汇报消息，说是要找人继续抄呢。那这么说，我等下一步就应该会有分红了吧？有的，这个肯定会有，你这尽管放心。多谢掌柜的前来对我说起这个好消息，这可的确是一件大好事呢。来，瞧我们在这儿就开始说起话来了，不如这会儿到我这家里头坐上一会儿，咱们有什么好好的聊一聊。咱们这夫人还与人有其他的合作不成？感觉夫人给我们的经验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她真的好有才啊！说的是，她真的好像什么都会，而且什么都很厉害。咱们都跟了这么强的主子，那以后可得尽全力努力才行。本来是想等着夫人的新画本给送去，也不知道您这心写了多少了。我呀，知道自己有点心急了，可难免。宋时锦连连点头，这个我明白，正好我的新画本已经出了的，我这就给您拿过来。张掌柜说实话，这次前来只能说是为了碰碰运气，真心并不知晓宋时锦的新画本进度到底怎么样了。已经出了？这么快？我就拿给您瞧瞧。宋时锦将霍安若昨天晚上熬夜看完送过来的画本递给了他。张掌柜如获至宝，那我就当场在这儿阅读了，我这午饭就要在这里吃了。张掌柜是个生意人，做生意做得好，那除了勤奋就还是勤奋。他先人一步拥有好的时机，就自然是要做到最好。这会儿张掌柜二话不说，立刻也就开始阅读了起来。宋时锦笑了笑，倒也没有打扰他，就出去准备洗手做饭了。就在宋时锦有些事情还没想清楚的时候，忽而好像有一道身影轻巧地落入了院中。宋时锦的目光微微一凛，这会的他立刻紧张了起来。有人在？难不成之前的那个千纸鹤的男人又来了？如果真的是他到了，他可是绝对不会放过那个人的。是谁敢此时闯入？是我。剑老冷哼了一声，翻了个大白眼儿。果然是个有病的，大白天的不会回来，非要到晚上。晚上回来也就算了，还整得这么偷偷摸摸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贼。剑老可不想看这小两口暧昧，他这一把年纪了，一大晚上还不想吃什么狗粮，于是一转身迈开了步子就回房间去了。剑老什么时候走开的？眼前的这两个人都可以说是毫无意识的。容易与宋时锦，他们此时的眼中就只有彼此。容易贪婪地注视着眼前的宋时锦，抬起了手扶住了他的2条胳膊，他定定地看着他道：锦娘，我想你了。宋时锦没有移开目光，只是被动着仰着头，睁大了眼睛看着容易。他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可是此时他的眼睛里是有光的。他用着这样的眼睛一直地看着他，那便是一种邀请，不必言语，只是不移开目光，容易就能知道他的意思。锦娘，我很想你，你想不想我？两个人对视着，他在等着他的答案。半天，宋时锦回过神来，他看着他，用力的快速点点头。我也想你。容易的呼吸停滞了，忽然而来的巨大喜悦冲击入了他的心底，他整个人眼睛都亮了起来，也跟着神采飞扬。容易忽而一个用力，将宋时锦抱在了怀中，紧紧的，牢牢的。宋时锦被这么一个怀抱给抱住，本来还觉得没什么的，忽而之间他却是有些不对劲儿了。行了，别站在门口了，进房间吧。宋时锦将门栓插好，刚刚弄好，他的腰就被容易朝后抱住。容易将自己的下巴放在了宋时锦的脖子上，宋时锦被他这么环抱着，也没有拒绝，他静静地感受着他的温度和柔情。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书院不是要过一阵子才休幕的吗？这么晚了，你却又回来。容易的呼吸在宋时锦的脖子处轻微的移动着，令宋时锦不免觉得脖子有些痒痒的。没事，书院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我也不是太急，况且我等不及了。锦娘，我很想你。收到一封封的家书，只是1-2封，他就愈发的想念。这种念头一旦升起，就很难消失。他完全抵抗不了对锦娘的那种想念，他只想要回来好好的看看她。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怎么样了，锦娘，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就想知道你好不好，有没有好好休息，有没有好好吃饭睡觉，有没有偶尔想起我来。宋时锦被他这个样子给影响着，脸越来越红。
觉得自己的血液都跟着要热得沸腾起来了一般，火烧一样的燥热。容易在宋时锦的背后，这会儿自然是不敢看他的脸的，也不知道此时的他是什么样的反应。他将他的身子搬过来，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宋时锦。锦娘，这会儿看到你，我便放心了。他伸出手抬起了宋时锦的下巴，想要看清楚他眼底的情绪。宋时锦的脸这会儿更红了，他只能呆呆地看着他。你别说了。他感觉自己很烫很烧，羞得只想找个地方钻下去。怕什么？这就是我的心声，我只想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念头。容易很显然是个脸皮很厚的主，这回表达着自己的情绪，完全不带怕的。宋时锦被他这副模样给整得愈发的害羞了，他连忙转移了个话题。那个剑老是你的人吗？他挺不错的，教荣爵他们也很用心，我看荣爵以后肯定也能学到本事的。剑老是个有本事的，他一直都想要个好传人，所以我才让荣爵跟着他学。王家私塾那里的夫子已经教不到荣爵什么了。你决定了，我就顺着做就可以，毕竟我相信你。我的娘子如此替我着想，令我颇为感动，真不知道如何报答才好。报答大可不必，不要让我觉得麻烦就好。遵命，娘子。你倒是挺贫的，也不怕丢人。这有什么好丢人的？我反而觉得这样极好，夫妻之间亦是有些闺房之乐，有几分情趣，那日子才会过得顺当。我容易能娶到娘子，真的是三生有幸，便是日日对娘子说好听话，便也是甘愿的。宋时锦又一次无语了，被容易这见缝插针的一直夸着，他怎么可能不无语呢？这个男人说这种话的本事，也的确令他自愧不如。一直这么站着说话吗？我脚都要站累了。你总看着我做什么？我看着你才觉得心情好。你再这么贫嘴，我可不与你聊下去了。好，我不说了，只是这已经子时了，锦娘也该准备休息了。过来，与我说会儿家常话，可好？宋时锦瞧着他，脸又跟着红了。这男人总是想把他往床上拐，他还能不知道他这心思是什么意思啊？可他如今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心意，自然也是期待着的。锦娘，你若是不来，我就过去抱你过来，你看你自己过来还是我去抱你？我当然是想让你来抱我的，你这选择题分明就是我不管怎么选都是我吃亏来着，我又不傻，让我自己去那是不可能的。容易眉毛一挑，站了起来。那我可去抱你了。我不去，咱俩这样子一样可以说话，我为什么要过去啊？容易也不再说什么，直接走了过去，一把将宋时锦给打横抱了起来，2、3步回到了床上。你这个无赖！容易抱着宋时锦，让宋时锦坐在他的腿上。宋时锦挣扎着想要离开他的怀抱，容易此时却是轻笑了下。别动，你若是动了的话，就得自己负责了。你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你确定你这还要继续动下去？你不要脸！要脸的话，如何娶到媳妇儿？娶娘子，我靠的就是不要脸。容易，我错了，你把我放下来，咱们2个好好的聊会天不行吗？何必这样子呢？容易挑了挑眉，安静的看着他。你可以继续反抗我的，然后被你拿捏住错处，就把我给就地正法了？我才没那么白痴呢！你快点放开我！不放，媳妇儿，我想你想得紧，你摸摸我的胸口，这会儿心脏都还在狂跳，你别拒绝我好吗？我知道你明明是喜欢着我的，你也与我一样有着同样的心思，我们心心相印，彼此关怀。宋时锦眨了眨眼，眼睛里微微带着笑意，心底赞同着容易这话，可表面却还是要说反话。我可没有。行，你没有，那你让我抱着吧。算我求你。他如今可是明白媳妇儿是什么样子的人了，或者天下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说不要就是不要，可有的时候说不要就是要。对付女人没有耐心是不行的。宋时锦虽然嘴上说着没有不行，可身体却没有强硬的拒绝，这身体那般的诚实，便表明着他嘴上所言并非真实。宋时锦顺势地靠在容易的肩膀上，他心底本就是不想拒绝的，不过嘴上却是不能承认。你在想什么？锦娘靠在他的肩上，让他心里很痒，可他心底在想什么，他却是一点都不知道。可好容易锦娘愿意靠着他了，
他又不想因为自己说错了话，让锦娘心情不好。没什么，你还不放我下去啊？容易这会就听话了，连忙放开了他。你这会倒是挺听话呀。我什么时候不听话了？宋时锦白了他一眼，还敢这么说，这男人可是一点都不那么温顺的。宋时锦坐起身，坐到了一旁。容易看着他，在昏暗的烛光的映衬下，宋时锦的样子似乎更好看了。他的一举一动，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让他心生喜悦，无法抵抗。他只是这么安静地看着他，那眼神都无法移开。你再这么看着我，我可是会忍不住的。你忍不住什么？难不成打我？可是你打我，我还是觉得你好看。宋时锦终究是叹了口气，一转身，眼睛紧紧地盯着容易，而后忽而将自己的唇送了上去。这个容易，他是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帅吗？宋时锦的主动先是让容易惊讶，而后他的忍耐在这一刻彻底被掀翻。他微微一颤，忽而主动地推开了宋时锦。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宋时锦瞪着他，废话，他又不是傻，难道真把自己当成是傻白甜呢？真的不清楚容易抱着他，哄着他，要让他到床边来是什么意思啊？磨磨蹭蹭的，你还要不要做男人了？锦娘，这可是你自找的。说着，他吻向了他。不同于刚刚的宋时锦那么温柔，那么快，他的吻来势汹汹，几乎要将锦娘整个人生吞活剥。他渴望着他已经很久了，这回终于能靠近，这对于容易来说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他这一刻只想与锦娘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直到他二人再也不会被旁人给分开。宋时锦晕晕乎乎的，心跟着砰砰直跳。所以说今晚是他们同房的时刻了吗？宋时锦期待着，眼睛紧闭，感受着容易伸手解着他的衣服。他没有拒绝，况且这会儿也不想拒绝。看起来这事儿似乎是很容易的，只需要动手将宋时锦的衣服给解开就行。只是真实的情况是，妈的，这扣子这么难解。容易在宋时锦的衣服上摸索来摸索去的，他的脸越来越黑，眼睛盯着宋时锦衣服上的扣子，开始尝试着继续解扣子的动作。然而还是难解。宋时锦等了半天，只等到容易在他的领口不停地磨蹭着。他微微试探着睁开眼睛，瞅了容易一眼。容易深吸了一口气，这会的脸色很是不好看。这该死的扣子好难解。天知道这时候断掉不能连贯的感觉有多磨人呢。容易感觉真的是挺无语的，而且极其的丢脸。同时他有些不能理解的状态了。话说以前他与宋时锦中了药之后在一起，那时候衣服的扣子又是怎么解开的？容易只觉得一脸懵。宋时锦看着容易这个样子也反应了过来，他这会儿到底是遇到什么了？忽而轻笑了一声，他的眼睛看着他，眉眼带着笑。不许笑。天下人只能看到他容易的张扬能力，只能看到他的成功和鲜花赞美，可是只有宋时锦知道他所有的狼狈还有黑历史。宋时锦微微一笑，虽然知道容易这样的行为有些好笑，不过这会儿显然不是真的要笑起来的时候，他应该给他一些小小的鼓励。想到这里，宋时锦的手朝着容易的脖子环了上去。容易被他给勾住了脖子，又被他的腿缠上了他的腿。容易愣了起来。锦娘，好啦，看你辛苦的样子，我来吧。一个翻身，他与容易两个人之间换了个位置，他在上，容易在下。宋时锦挑了挑眉，这种感觉还不错，这回他倒是可以居高临下的感受一下眼前这个男人的魅力了。容易可真是好看呐，俊美的容颜，好看的漂亮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薄唇轻抿，目光幽深，眼神太过于炙热，这会儿只能令他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这一张几近妖孽的容颜。而令宋时锦更为喜欢的，自然还有眼前这个男人的身材，这一躺下之后的精致锁骨和脖颈线，还有微微凸起的喉结。容易这男人怎么能这么妖精？宋时锦怔怔地看着他，终究还是痴痴地看着容易道：你可真是好看。容易眉毛一挑，他说呢，这女人翻身坐到他的身上，却只会呆呆地盯着他看。一开始还以为是怎么回事呢，这会的他可算是明白了，分明他就是被自己的长相给迷惑了的。
所以才只会盯着他看了半天，而没什么动静。锦娘，看得可还满意？宋时锦回过神来，发现这男人已经从之前的那副有些丢人的样子恢复了过来。很满意。容易，我最喜欢你的就是你的长相了，你长得真的很好看。容易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锦娘真的喜欢我？容易看着他，一副不可确定的柔弱感。宋时锦的眼睛又直了。我喜欢你听我话的样子，我也喜欢你不听我话的样子，我喜欢你为我可以付出一切，改变自己的样子，我也喜欢你可以保持住自我独立的性格。我更喜欢的是跟你在一起，我可以快乐的做自己，而且还能在与你的相处之间学到更多的东西。容易，你不仅仅是我喜欢的人，更是我的人生导师。容易，我是真的喜欢你。锦娘，我很开心。他从来都没有像是今天这样的这么开心又这么幸福。他从来都没有像是今天这样的这么开心又这么幸福。我们永远不分开。是的，我们这一生一世都会互相相伴，永远不分开。说完这话，宋时锦有些羞涩，却又很坚定地看着容易的眼睛，而后起身将自己领口的扣子解了开。锦娘，我定不负你。就在宋时锦将最难的扣子给彻底解掉之后，他没有了动作，可他的眼神此时却给了容易一个信号，他在邀请着他。天底下怎么能有锦娘这般有趣的娘子？他倏地起了身，一个俯身又吻上了宋时锦，而后将他的所有衣服都给解了开。锦娘，他在他的脖颈处留下痕迹，在他的锁骨也留下痕迹，幔帐中四处弥漫着暧昧的气息，空气中只闻得到轻微的喘息声和轻轻的呢喃声。宋时锦仿佛置身于一叶扁舟之上，耳边是容易的声音，极尽安慰，这样真好。他在他的怀里真的感受到了温柔，那种抵死缠绵的温柔。锦娘，谢谢你。经历了风霜，如今只剩下阳光之下的懒散。宋时锦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明明是懒惰没怎么出力的人，却还是感觉整个人都要累垮了一样。他连一根手指头或者脚趾头都不肯动，可容易整个人却还是神采奕奕的，紧搂着他不肯放手。他将自己的胳膊伸长，让宋时锦的头靠着他，也希望他能睡得更舒服。当然，这种容易自以为是的怀抱和枕头行为却令宋时锦有些抑郁，因为他根本就不习惯躺在一个人的胳膊上睡觉，靠着一个男人这么近，不是被他的呼吸给干扰，就是担心自己的呼吸影响了别人。而且令他更为不舒服的是，两个人的肌肤接触，反正就是提上了裤子之后，他就不认人了。宋时锦将自己的头给移了移，不着痕迹的与容易之间隔开了些许的距离。锦娘，这是怎么回事？锦娘，你不愿意靠近我？这声音似乎又带了点委屈。没有啊，你这从何说起啊？容易整个人都有些挺忧愁的样子，他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宋时锦道：那你为什么不肯让我接近？是对我刚刚的表现不满意？这男人自己脑补个什么东西啊？哎，行了行了，你这都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没有的事儿，我只是并不习惯两个人这么贴近着睡觉，而且我压得久了，你的胳膊不会酸吗？哦，那你真的不是对我刚刚的行为不满意？当然不是了。那这么说来，你这其实还是感觉挺不错的嘛。你他妈的能不能不要问了？老娘是真的开不了口回答你啊。锦娘，你与我说说话是不是还不错的？其实我觉得还能再改进改进。你不是有看那种画本吗？你可懂其他的姿势，若是有合适的，我们可以换个姿势试试看。宋时锦可从来都没有感觉到有人能这么话多，而且还说的都是一些让他感觉羞耻感十足的话，这让他一点都不想再理会眼前的这个男人了，简直丢脸死了好吗？宋时锦恨不得一脚将容易从床上踢下去。你快点闭嘴睡觉，如果不想睡，我可就踢你下去了。两个人如今这么睡在一起，真的是急得很。容易的眼眸微深，虽然被锦娘埋怨着，可他这心底还是有些小小的郁闷。锦娘，我明天就要走，我们相处只有这么点时间，你让我多抱会儿吧。宋时锦无奈地看着他，行，我就让你抱，你别再瞎折腾了。说的也是，容易也就只能待上这么一个晚上，他就算是难受，那也就忍了算了。宋时锦又躺下要睡，可是腰间的那双大手又悄无声息地摸了过来，容易的胳膊又将他圈住。不过此时的容易也在顾忌着宋时锦刚刚说的那些话，
的确是有些不怎么适应，还有睡到一起也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不自由感，所以他也只是简单的将自己的胳膊放在了宋时锦的腰间，之后便没有继续行动。容易注意到宋时锦没有躲开，他又放肆的往前靠了靠，身子彼此的依靠在一起，肌肤的触感便又令宋时锦的眉头微微皱了皱。他挑了挑眉，感觉这会他的呼吸似乎又有些不怎么平静了。毕竟眼前的这个男人始终都在给他一种在勾引着自己的感觉。算了，反正这会儿很累，就先不管了。在宋时锦的呼吸微微的变得绵长温柔之后，容易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的后背，那里的皮肤白嫩细致，上面还有一些刚刚他留下来的痕迹，这让容易的心情颇为微妙。他本以为自己的多日欲望在这一天得到放纵之后会得到满足，可真正的拥有了锦娘的身子之后，他却发现自己内心的一个小兽似乎在这一刻被放出了牢笼。容易慢慢的靠拢着宋时锦，眸色微红，他的精力在慢慢的恢复中。这一刻无法自控，容易的手又开始在宋时锦的身上游走，每一寸的触感都令他此时极其的兴奋。他此时也无法抵抗内心的那种诡异的情绪，他的呼吸又开始急促了起来。他将自己的鼻子靠近了宋时锦的背部，而后是急促的喘息。他有些小小的害怕，却又莫名觉得很是兴奋。这一刻的他只想要让眼前的锦娘会因为他的呼吸而清醒，他又盼着他醒来，又盼着他不要醒。他也感觉到自己这样的行为有些变态，可他却无法控制得了。锦娘便是他这一生都难以躲避的劫，既然是劫，那就只能渡，躲不过也只能硬扛。容易将睡着了的宋时锦悄悄放平，他翻身压在了他的身上，双臂支撑在宋时锦的身体两边，他控制着力量，并没有直接让自己的身体重量放在宋时锦的身上，一双眼睛在黑暗中紧紧地盯着他。宋时锦依旧在睡着，他的睡眼很是宁静，此时仿佛什么感受都没有。他向来睡眠很好，也的确不会被打扰醒。上一次容易半夜吻他的脚都没有将他弄醒，这会儿他又经历了折磨，已经是身心累到不行，自然更难清醒。容易静静地看着他，呼吸越来越紧，身子也越来越紧，一次不够啊！他轻叹着，额头微微地冒起了汗珠。忽而他又翻身躺到了宋时锦的一旁，一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肿胀，他深吸了一口气，容易感叹得很，一边是让他克制自己的心爱的女人，一边是吞噬着他灵魂的欲望之兽，这种折磨真的让他很难抉择。就在容易思考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的时候，身下的宋时锦却是不自觉地在睡梦中舔了下唇。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却让容易差点整个人都无法克制。他的眼睛再也移不开眼前这个女人半分半毫。容易深吸了一口气，眼睛里的火焰烧得他更为紧绷。我不能一个人苦，我要让你与我一起沉沦。我被这样的欲望吞噬着，而你却丝毫没有察觉，这对我着实不够公平。既然如此，那我便要与你一道沉溺下去。我要让你离不开我，只能与我一道堕入欲望的深渊。第二日清晨，宋时锦还在轻睡中，却似乎察觉到了脖子那里痒痒的。他翻了个身，伸手出去，打中了一只不安分的大手。别闹！他这样的动作却并没有让对方停止攻击，反而对方更为的变本加厉。容易这会儿已经知道了宋时锦此时是已经清醒过来了，他便又开始放肆地亲吻着他的脖颈，然后是胸口，动作也越来越猛烈，也令宋时锦不得不睁开了眼睛。这会儿的他的确是真正的清醒了。容易，你做什么呢？你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想要。他几乎是煎熬了一整夜，身边的人越是睡得深沉，他满脑子都是他的柔软，根本无心入睡。开了荤又怎么可能一次就满足？宋时锦一呆，这小奶狗这是欲求不满呢？哦，对，听说男人早晨起来之后的确会有这方面的情况出现。宋时锦倒吸了一口凉气，此时的容易又将他的衣服给扒开了。本来昨天弄完，宋时锦就已经将他的亵衣亵裤又给穿上了，毕竟他晚上睡觉踢被子，如今天寒，容易凉着胳膊。这会儿容易的手倒是快多了，昨天晚上他不是还不会解衣服的吗？怎么这会儿这么快？宋时锦脑子里的怀疑还没有传入脑中，
此时的容易却是在此时直接又压在了他的身上。容易的目光火辣，锦娘，给我吧。宋时锦一愣，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男人，想要推开他，却发现他的力量在眼前的这个男人面前真的柔弱到不堪一击。宋时锦又能特别一点面子都不给，只是叹了口气，有些埋怨着道：该起床了，容易，你知道的，我平日里都是早起需要做事儿，你这样子我怎么……锦娘，我忍不住，是他，我控制不住他。说完这话，容易带着情欲的一双眼紧紧地盯着宋时锦。宋时锦注意到他的眼睛微红，眼神中的恳求和欲念丝毫隐藏不了。他微微一怔，心脏狂跳了起来。你这说的话，他的话音一落，便感觉胸口一凉，而后倒吸了一口气。容易已经低头埋在他的胸口了。宋时锦的身子一软，忽而无力了。容易的眉眼带着笑，此时的他却是不容拒绝的强制。锦娘，别拒绝我，我不允许。说着，他继续开始他的亲吻，一寸一寸，如同狐仙诱着他沉沦。我们今天又得早起跑操了。荣觉看了眼天，而后一脚踹在旁边打呼的牛蛋的身上。他说这话是对着王傲轩的，每次王傲轩都是醒来的最早的，不过荣觉也会自然醒。至于牛蛋儿，那真的是只要不使点劲，他是绝对不会清醒的。荣觉三个人到了剑老的跟前，接受起了训练。荣觉刚刚站好，忽然有些奇怪，怎么今天好像少了点什么？没错，的确是有些不怎么正常。什么？有什么不对的吗？好像没有吧。荣觉与王傲轩自动忽视了牛蛋这话。我娘今天早上没早起啊。的确是很少见，或者说从来都没有见过。这倒不是荣觉故意这么说，而是的确如此。毕竟宋时锦那可向来不是一般人，他可是自从王傲轩到了荣觉家住着以来，就没有一天断过早起的。用荣觉的话来讲，那简直就是自律怪一只，风霜雨雪什么的也是很难影响到他这样数十年如一日的作息。可这一天他竟然没早起，没出现，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难道我娘生病了？我要去看看我娘。干什么去？想开溜？你快点放开我！我娘平日里一向很客气自律的，从来都不会这时候了还没有起床。她一定生病了，或者出了什么事，我要去看看。这混小子，不该你操心的事儿少瞎操心。你娘没什么，她好着呢。你好好给我练功，练完了功再去看你娘。可我不看一看，我放不下心。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你还能不相信师傅？师傅这会儿说你娘不相信师傅，师傅这会儿说你娘没什么事儿，你娘就没什么。等会儿你娘自己醒了，你再去找你娘就行了。荣觉看了一眼剑老，虽然心底还是有些担心，可是毕竟师傅的话他还是得听的，而且娘也说了，让他平日里不是特别的事情就全听师傅的。你确定？如果娘真的出事了？呵呵，能出什么事儿？回去给我好好练功，今天完不成，中午不许吃饭。就算是有事儿，那也是这小子再多个弟弟妹妹的事儿，还能有什么？荣觉这会儿倒是不敢跟剑老回嘴了，想一想，他还是深吸了一口气，先去练功。宋时锦再一次醒过来，容易就已经不在身边了，他这还是要赶去书院的。这个男人真的是累死他了。宋时锦腰酸背痛的，起个身都觉得自己的腿在打颤。他皱起眉头，忽而注意到房间里放着的热水桶，他微微动了动，而后又躺平了，真的是不想动弹呐。宋时锦心底低咒了容易几句，这个男人真的是精力旺盛的很，而且又仗着他说自己要走了，而且需要是好些时日不回来，所以就异常的放肆，折腾他个没完。宋时锦又累了一会儿，这一觉再一醒，这时间就已经许久了，都怪这该死的男人。娘，我都快担心死你了，你这今天早上怎么没有早起呀？睡过了。娘，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该不是生病了吧？他这怎么可能是生病了呢？宋时锦眨了眨眼，不过就是纵欲过度罢了，没什么，娘好得很。好什么好啊？娘，你也不看看你这都已经累成什么样子，你这个状态太差劲了，这都不用说，你一定是生病了。娘，不然我现在去叫大夫过来给你瞧瞧。荣觉担心不已，昨天看到娘亲的时候还是极好的状态，一点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这会儿看着娘亲，却是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这种劳累到慵懒的模样，哪里像是他平日里所看到的娘亲呢？我是真的没事儿，你别想太多了啊，娘这身体都还好着呢。荣爵也真的是想要把他给吓死吧？要是真的把大夫给请来，那才是要笑死人了。一把脉，那还不得立刻就瞧出来昨天发生的事儿了，到时候肯定是丢脸死了。所以说这种事情那可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可是娘，你看起来真的不好啊，你可别强撑着，而后让我真的以为没事，之后又出问题。宋时锦翻了个白眼儿，之前荣爵是对他毫不关心，现在倒是好了，什么都要关心了，反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你娘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了，放心好了，我真的没事儿。我呀就是想要中午的时候你帮忙做点好吃的，我只要吃点好的，这就没什么了。好，娘，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只要会做的就帮你做。娘，你可得多吃点，之前你的脸色可是太差了，我都担心死了，好在现在好多了。好，娘一定多吃点。哼，奇怪，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就一晚上的时间忽然就精神不好了？难不成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没什么。娘，您就是只顾着我们，都不顾自己了。我看啊，昨天晚上你这肯定是没睡好，不然早上怎么就贪睡了那么久？可是我问了你半天，你都不肯说出来。宋时锦看着自己这个傻儿子，都这会儿了还在问着他这方面的事情呢，这种事情他能回答吗？这可是完全不能啊。行了，你们都练完功了，今天的功课都做完了，等会儿我可是要检查的，你们做不完的，个个晚上都别睡觉了。荣爵顿时不敢吭声了，不过他这回瞅着娘亲的眼神还是一样的担忧着的。话说此时的他的确是很心疼自己的娘亲呢。有的人大白天不回来，偏偏要晚上，日夜颠倒的，能不累着吗？锦娘啊，这动静还是不能太大了，下次可别这么冲动，让孩子都担心起你了。宋时锦更加无语了，忽然之间好想把容易给叫回来痛揍一顿呢。容易回了书院，他的状态极好，令万清源跟周一鸣两个人极为好奇。这容易是怎么回事？这前几天不是还一副死气沉沉的，跟所有人都欠了他什么一样的吗？怎么就这一晚上他这状态这么好，明明这一日清晨还迟到了半个时辰，被夫子给训斥了呢？不清楚，不过你说的这一幕我也瞧见了，也的确觉得很诡异。这容易被夫子给痛骂着的时候，那整个人还笑着呢。说完这话，两个人又同时看了一眼坐在书桌前各种状态极其满足的容易，感觉他这人意气风发的。容易此时可不会将周围其他的人的情况放在心上，此时的他满脑子自然都是昨夜的风光，锦娘的温柔，锦娘的喘息，锦娘的柔软，他的眼神，各种状态，这一刻都仿佛呈现在了他的眼前，令他整个人这会儿都无法不想他。容易微微闭上了眼睛，他需要更努力，需要更专注，更用心了，只有做到更好，才能在以后的各种时间里得到最好的锦娘。容易深吸了一口气，再一次睁开了眼睛，这回神清气爽，心思明朗。之前因为长期学业辛苦的状态，在昨天一日见到了锦娘之后就彻底消失了。你们两个原想力真什么意思啊？你忽然问这个做什么？对啊。容易仿佛没听到他们两个人说什么，他很平静地继续道：原想力真是为君子的美德，前原想力真出自易经首篇。万清源心中吐槽，这他妈的谁不知道，凡是读四书五经的，哪个不要求要熟读背诵呢？这他妈的谁不知道，凡是读四书五经的，哪个不要求要熟读背诵呢？他知道好吗？他如今觉得古怪的是，眼前的容易跟傻了一样，忽然之间开口问起这句话来好吗？我们该好好读书了呢。万清源与周一鸣对视了一眼，这容易果然疯了。美人，请问宋时锦在家吗？宋时锦一时语塞，自己这个便宜爹果然便宜，简直让他无语到了极点。宋时锦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我就是。宋员外顿时哑口无言，父女俩对视了一眼，宋员外呵呵着，脸色一变，忽而几步上前，一把抓住了宋时锦的手，
我可怜的女儿啊，你这可是真的变瘦了呀，爹都认不出你来了。我有一句操他妈的，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这个宋员外说的每一句话，可以说他可是都不相信的。宋时锦直接将自己的手给抽了出来。这位大爷，半路上认闺女这事儿，您做的有点不靠谱啊！宋员外有些无语，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拒绝了自己的大女儿，大概已经有过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宋员外作为一名生意人，一个平日里还是精打细算的抠钱者，他很显然对于宋时锦这样的表现是比较淡定的。宋员外叹了口气，是爹对不住你，不过爹我有的是钱，你认了我，从今天以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我的兄弟姐妹已经死绝了？不是。那是他们都已经离家出走，还放了话说以后不再养你了？也不是，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这些都不是。宋时锦默默地看了他一眼，而后翻了个白眼。得了，您这种情况我还能不知道啊？你说说看，如果不是我的兄弟姐妹死绝，不是他们都不打算养你了，你怎么可能会找到我这儿来？难不成真的忽然之间良心发现了？我觉得你大概是没有什么良心的，多少年了都只当自己这个女儿跟没有一样，忽然之间回来要认她。这位宋员外的表现应该比郑飞鱼更令人不能相信。你这孩子还真的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完全没有什么变化。唉，是我忽视了平日里对你的教育，让你这孩子真的长歪了。哎，你别走啊，好歹留下来与我聊会儿天啊！你这样对我，旁人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呢。宋时锦转身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去吧，别再这么折腾了，不然我怕我忍不住会生气。生气？宋员外的事情都还没办呢，这会儿自然是不能就这么看着女儿就走了。要是真的就这么走了，那他接下来的事儿还要怎么处理？想到这儿，宋员外连忙跟了上前。女儿啊，我是真的知道错了，这一次我可是特意前来接你的，你是我宋家的女儿，现在是，那以后更是。你跟我回去，我保证宋家的家产分你一半。宋时锦这会儿自然觉得更有些古怪了，这人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前来给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这种情况自然是有原因的。先进来吧，我们两个好好聊聊。娘，这人是谁？怎么他爹不在家，前来找娘亲的男人还这么不少？这个人是我亲爹，生我的那个。哦，原来是外公啊。宋员外微微一愣，这会儿注意到了自己的大女儿生出来的孩子重绝了，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个外孙，而且这外孙的长相居然这么好看。宋员外可是出了名的喜欢俊男美女的，家里头的妻妾那也是漂亮的居多，最好看的当然就是宋时锦的亲娘了。外公？荣觉挑了挑眉，对眼前的这个人确实不怎么在意，这么多年了，说什么外公之类的，好像叫起来挺亲，却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荣觉可是对这样的亲人没什么感觉。那娘你先招呼着，需要我做什么的直接对我说就成。宋时锦看了儿子一眼，他懂儿子这话语中含着的意思，大概是在提醒着他，如果很不喜欢这眼前的老头，那就直接跟他说一声，他会负责把这个人给撵走的。请吧，宋员外。什么员外不员外的，我是你亲爹。哦，那员外先进书房坐会儿，我去叫侍女们来倒茶。这一次我们可是真的来对了呀，瞧见了没？我这个外孙长得可真好啊。老管家默默地看了一眼宋员外，来对了，那可不一定。您眼前的这位宋大小姐，怎么看都已经不像是当年的宋大小姐了，那眼神太过于淡然了，没有一点见到亲生父亲的时候眼神中该有的东西，反而冷漠无情到令人心底都有些不怎么舒服。老管家总觉得这位宋大小姐对自己家的宋员外可是一点的感情都没有，完全就已经将宋员外给当成了一位陌生人了。你说我要把我这个外孙接走到家里头，会不会让全城的人都羡慕死？我跟你讲啊，镇子上的那些个不要脸的老头们，整天跟我说起他如今有什么孙子外孙了，到我面前显摆个不停。如今让我瞧着，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这个外孙呢。瞧见了没？我这个外孙那才是真正的好着呢。可惜的是，宋家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出几个有出息的人，连我这个做生意的本事，一波的人中间学会的也没有几个。
我挣了这么大的家业，却偏偏没有人继承，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哎，头疼。员外既然上门了，那就是客。这是我泡的茶，您尝尝。锦儿，你这孩子怎么员外的一直叫呢？我怎么说也是你的亲生父亲，这你总得清楚明白。哼，瞧你说的，管生不管养的，哪能那么如意呢？又是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过来就来认我这么一个长大了的女儿，这也有点说不过去不是？景儿，你这是对我有意见？哼，没有的事儿，我这人一向宽容，对以前的事情不过就是当不记得罢了。那你可记得我这个亲爹？他这会儿好像察觉到了眼前这个女儿话语中的冷意了，他这温柔和善的将她从门外给领进来，眼瞧着挺好说话的，可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哼，说什么亲爹呢？我哪有那个福气啊？我一直都觉得我那个爹早就死了。老管家和宋员外在一旁顿时无语了，感情这还有当面诅咒的呀？宋员外，有什么事情麻烦你直说，多年都没有将我这个女儿放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果说您这会来不是有目的的，我可不相信。还请宋员外直接将该说的话说出来，咱们解决了问题，两清之后再来安排，不是正好啊？你这，我能说我到这里来并没有什么想法，我不过就是想来看看你。宋员外尴尬了，他此时的声音也可以说是有些小小的不是那么淡定，而且带着几分心虚。员外如果不说实话，那就恕不奉陪了。对了，我脾气不好，而且重要的是身边的人也是一样，个个都性格阴沉，也没那么好说话。如果你一直在这待着，难保他们会不开心。对了，提醒你一句，他们如果不开心，会很容易做一些稍稍可怕的事儿。宋员外被他这样的情绪给感染到，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看向了他。他怔了怔，而后开口问道：什么可怕的事儿？这个就得你自己在这多待一会儿才能知道了。宋员外一时语塞，不知道为什么这会儿看着眼前这个好像一点都不怎么危险的女儿，他却打了个冷战。你就是荣爵吧？我是你外公，我可是你最重要的亲人呐。哦，是吗？宋员外的心底一暖，而后激动不已。他这个外孙到底还是自己家人，瞧瞧这样子，那可是始终站在他这边的呢。到底是彼此有感情的，也是不同于往日的情分。那当然是了，外孙，我可是天底下以后要对你最好的人了，你看起来可真像我呀。荣爵看了他一眼，这人也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你说了以后是天底下对我最好的人了，那我就问问你，你如何能对我好呢？有什么很好的表现让我期待一下的吗？眼前的小孩子带着那种萌萌的眼神，静静地看着他。宋员外的整颗心都要被融化了，太可爱了，这个孩子长得也一样的好看呢，这才是他想要喂养的孩子呢。你想要吃什么好吃的，玩什么好玩的，我都可以陪着你，而且只要是你想要的，那我都能答应你。真的？当然是真的啦。可我如果是想要天上的星星呢，这你也能摘给我吗？这个大概是不行的，这星星可没那么好摘，而且天底下还没有人能飞上天，这个外公我可做不到啊。哦，说的有道理，那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吧。好，我来陪你玩。这孩子看起来还是挺好哄的嘛，瞧，不过就是简单的2下，他就能跟着一起来玩了，这还不说明了他还是很受眼前这孩子的欢迎的嘛。荣爵的眼睛里带着笑，不过脸色却很冷，这个外公能是什么好人？那还不开玩笑呢。就他这样子，他可是最了解不过了，就这样的一个人，还好意思来让他叫他外公，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脸。你想让我陪你怎么玩啊？你来给我当马骑吧。当马骑？不会吧？怎么了？您这还不乐意了？要是不乐意，那就算了。宋员外还没想清楚呢，荣爵这会儿已经冷笑了一声，而后撒开了腿，很快就走开了。宋员外一时语塞，老管家走了过去，宋员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这孩子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你听到他说什么了没？他居然让我给他当马骑。老管家瞅了宋员外一眼，这可是您的亲外孙呢。孩子嘛，终归是不懂礼貌和规矩的，这也再正常不过的了。宋员外的眉头皱了皱，老管家说的这话倒是也有几分道理的。他瞧了一眼，这会儿还是忍了吧。你们跟荣爵是朋友？
差不多吧，我们关系还可以。损友这个词语倒是更合适些，朋友就算了。我给你们2个人足够的好处，你们跟我多聊会儿天如何？王傲轩瞅了他一眼，还是一句话也不说。牛蛋却是问了起来，什么好处啊？我这个人可是没有足够的好处不行的，毕竟我现在学业功课也多，要做的事情也不少。如果你给的好处不够，那还是算了，我宁可再去做点别的。我有的是银子，说吧，你们要什么好处？这还没有我宋员外拿钱办不到的事儿。我喜欢吃荣爵他娘做的饭，你让他给我做满汉全席，我就陪你聊天。宋员外和老管家顿时哑口无言。宋员外傻了眼，我他妈要是有那个能让宋时锦做饭的本事，还用得着在这找你们套关系啊？牛蛋一瞧这2人的怂样，顿时冷笑了起来。哼，原来做不到啊，说什么大话呀？哼，轩哥，我们走。你们就不想吃点好吃的糖果？牛蛋如同看傻子一样看着宋员外。糖果时常会有，荣爵他娘做的饭那可是很难吃到的。况且我都快6岁了，年纪不小了，谁还稀罕吃糖啊？牛蛋这话说的又让宋员外整个人懵得不要不要的。他叹了口气，这回可是真的就无语了。宋员外有些气愤了。那你们就不想要多点银子？银子这东西你总是会喜欢的吧？毕竟银子这东西那可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哼，和银子还不是买不来我宋娘娘做的饭菜啊！我只要宋娘娘做的饭，其他的不要。宋员外是吧？虽然名义上你是荣爵的外公，可您这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外公该做的事情。我建议你，如果想要跟荣爵恢复关系，踏踏实实的去做事，不要通过一些没有用的手段。说实话，我们都跟荣爵站在一起，立场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也别妄图收买，这可真是一点用都没有。王傲轩又打量了宋员外上下，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都是一家人，还有这血缘关系，怎么差距这么大呢？看着王傲轩跟牛蛋2个小孩离去，宋员外呆住了。宋员外火气上来了，那2个孩子什么眼神？说的什么话？他们刚刚是在鄙视我吗？应该是。他们为什么要鄙视我？他们不过就是2个毛都没有长齐的小屁孩，凭什么敢这么鄙视我？老管家默默地望了下天，大概凭的是智商吧。老爷，咱们还是回去做生意吧。您除了会做个生意，真的其他的一点都不会啊。而且那生意如果不是有郑飞鱼娘家的护航，众人不敢招惹荥阳郑氏的地位，估计也早早的垮了。取银子来，这几个小孩不行，在宋家吃喝住的侍女和教书的老头总是能被收买的。你们在这里做了活做了多久了？没多久。只要你们愿意帮助我，那么这一张银票就是你们的了。我保证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那以后的银子还会更多。宋员外扬起了下巴，步步跟木木垂眼看向眼前的这100两的银票，2个人的眼睛有些直。怎么样？这些银票如果你们接受了，以后的日子那可是绝对会很好过的。只要你们如同往日一样对你们的主子，而后再将他的事情说给我听，将你们主子平日里的习惯都一一告诉我，那么这些银子我就保证一定是你们的。宋员外相信他的银票可以让眼前这2个侍女低头，毕竟银子可是好东西，这样的物品至少他知道人人都会喜欢。他得意地看着不发一语的布布和木木，而后眯起了眼睛。如何？员外的确看起来似乎很有钱。那是自然，我这一生可是挣了不少的银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不止这一点家当。既然您那么有钱，那为什么之前不愿意将钱给宋大小姐和荣少爷使用呢？我虽然只是一名婢女，可我还知道虎毒不食子。您既然是那么有钱的人，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银子给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却要给我这么一个不怎么样的侍女呢？宋员外一噎，他好像从门外进来到现在，还真的没有将自己手里的银子或者家里头的银子打算分给宋时锦过，这似乎有些不怎么对劲儿。至少眼前的侍女瞧出来了，这的确是令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还有，我虽然是个侍女，可是我也有自己的行为准则，我的准则告诉我不能做一些违背自己的良心的事儿。我既然是个侍女，有自己的主子，那就只能听主子的话，又如何可以背叛他？
宋员外的脸色难看了起来，这会儿他听明白了眼前这个侍女所说的话了。不好意思，宋员外，也许您真的是个很有钱的妇人，可是您绝对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父亲，而我却是一个很负责的婢女，而我有一个极好的主子，夫人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主子，所以我不会背叛她。那你呢？也跟他一样傻吗？看到了这么多的银子，你也不会动心？木木没说话，他又是一脸的沉默。他本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这会就更不想说话了。宋员外却将眼前的木木的沉默当做了是他同意了身边布布的做法，这会儿宋员外气得更火大了。走，我们去找那个老夫子，我可不相信这名老夫子也会不爱财。剑老眯着眼睛看了一眼宋员外手中的银子，剑老淡然着道：好的，把银子留下，你走吧。这么说，你答应帮我做事了？你是个傻逼吗？我什么时候答应了？你不愿意，那你还想要银子？哼，简直可笑！既然不愿意，那我就走。他的话音刚刚一落，忽而一道清脆的剑鸣声响了起来，噌的一声，长剑就此出鞘，瞬间将宋员外脖子旁边的一缕头发给割断了。看着自己的长发落地，宋员外整个人这会儿直接就懵了。你这，把你身上所有的银子都留下，我手中的剑可是不长眼的。老管家的嘴唇开始哆嗦，而后直接将所有的银子都给拿了出来，放在剑牢一旁的桌子上。麻烦你别伤着我们老爷。剑老撇了撇嘴，淡然地看了他们这两个人一眼。滚！宋员外的心脏都吓得快跳出来了，都已经是中年人了，他平日里又是养尊处优的，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刺激呀？这回简直都要吓死了。宋员外浑身冷飕飕的，等到反应过来，他这会儿却是气不打一处来。可恶，这些人就是故意的吧？这会儿是真的当我这个老头不怎么样，还是以为我没什么本事？就是故意瞧不起我。你去给我叫点打手来，我就是花点钱叫人来，不信整不了这个嚣张的家伙。这个，毕竟这些人都是大小姐的仆人，您这样……都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员外这到底来这是干什么来了？按理说那不是应该为了跟人处理好关系来了吗？怎么反而要找打手了？都是这些个贱奴才，所以大小姐才不会好好的听话。你瞧瞧她那个样子，哪里有个当女儿的样子？她是真的以为我这个爹就是没用的了吧？我说的话她都可以当成是耳旁风，足可见是个不孝顺的。她大概是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员外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既然如此，那不如就让她见识见识。老管家叹了口气，他觉得自己家的主子这会儿八成是要走错路了，可这会儿他却还是多余的话一句都不敢说，说了估计主子也不会听。那既然如此，倒也不如不管那么多，随他去。女儿啊，你可想死爹爹了，以前都是爹的错呀，都是爹没有照顾好你，才让你受到这样的苦。哎，我可怜的闺女呀！宋时锦一时有些无语，宋员外这可真的是有够不要脸的。员外，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非得到我这院子里来哭？闺女啊，爹知道你恨爹，可爹都是不得已。你让爹瞧瞧，多年不见了，果然是瘦了。您这多年不见就胖了，我这日子过得如此艰难，亲爹却过得这么好，跟其他的人说起来，人家都没有相信的，说来也的确是挺惨的。宋员外哑口无言，他这个大女儿长了一张可怕的嘴，说起讽刺的话来，那也的确是让人招架不住。员外这找了这么多人过来，做什么来了？闺女啊，以前都是爹的不对，爹这不是来给你赔不是了吗？只要你愿意回到宋家，我立刻修书一封，将我半数家产都交付于你。我只是想要弥补当年的过错呀。不需要，既然你不愿意将你自己处理这事儿的原因说出来，那就算了，我也自当没这回事儿。麻烦你整明白了，就立刻从我这家里头离开，我挺烦的。我只是想要弥补当年的过错，想要让你重新回到宋家，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好闺女，跟我一起回去吧。不好意思，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回去的。还有，你最好别惹到我，我这个人也是有一定的底线的。刚刚好，
我这人也是有底线的，而且这会儿也已经到了自己的底线了。我再问你一次，你是主动跟我回宋家，还是要我身后的这些人动手？宋时锦的目光微冷，他想要潜藏起自己的能力，让他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很显然做不到啊。动手吧，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把他给我抓回去。动手吧。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这些外村的人跑到我们村子里做什么？还敢欺负我们的人，胆儿肥了吧？锦娘，别怕，咱们村子里的人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人给欺负的。这些个混账，个个都还以为自己是谁，敢到咱们这里撒野。放心，我定然帮你出气儿。您这是自己走呢，还是我们这些人把您给送走？宋员外一愣，他没想到的是，宋时锦居然在这村子里有这么多人愿意帮他。宋员外的脸色微微变得难看了起来，他只是一个生意人，不管怎么样都不敢招惹眼前的这些人，毕竟舆论对于他也是很重要的。况且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一片可是这批村民们说了算的，他就算是要把人给带走，那也得让这群人彻底的同意才行。宋时锦，你平日里那么有本事，却没想到原来这么过分的，居然连你自己的亲爹都不要了。你这样那可是让我们所有人都怕是要瞧不起了。可不就是，这人啊再有本事，那也不能不要亲爹亲娘吧。我们隔壁村的一个杜家二娘子，可是从小被爹娘给扔了，她长大到18岁，有朝一日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的事情，还亲自去找了呢。这倒是，毕竟每一个孝顺的孩子，谁不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啊？这些可不是一点的金钱就能改变得了的。牛儿，这里也没你家什么事儿，你最好别跟这锦娘一道瞎胡闹。你也不想想自己什么情况，你这么做对人家能有什么好处？说的可不就是这么个道理。还有那个薛木匠，你们真的别乱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在做什么呢。众人这会七嘴八舌的议论着。锦儿，你也瞧见了，爹是真的有苦衷的，你应该相信爹，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你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会好好的照顾着你的。是啊是啊，锦娘，跟着你爹回去吧。众人也七嘴八舌的，此时仿佛好像就已经将宋时锦的所有一切都给安排好了一样。牛二跟薛木匠此时都要气炸了。我知道你们什么想法，也别担心什么了，这点事情我能处理好的，你们先回去吧。锦娘，这事儿……放心，我若是真的不同意，这些人还能硬抢不成？他们没这个胆子，也没有那个能力的。我让你们走，其实也是为了你们好，毕竟我如果真的动起手来，这里一片混乱的，万一误伤了自己人，那就不好了。牛二和薛木匠顿时无语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感觉空气忽而转冷了几分，那骤降的天气令二人不由得打了个冷噤。为什么我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一样的，好像当初看到了容易动刀子的那一幕了，我也一样很熟悉。二人对视了一眼，而后有些木然的继续看向了眼前。我家的事情，按理说是你们不该多管闲事的，可你们一定要这么做，我就不得不需要站出来与你们好好的说道了。怎么了？你还能把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我们可是站在一个理字上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天下的道理时常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不觉得自己跟你们毫无道理的人讲道理能有用。而我这个人呢，在遇到了不好好听人说话的人面前的时候，总喜欢来点更为刺激的。我这个人更喜欢动手，能动手的时候绝不逼逼。锦儿，你打还是不打，你们说什么都没用。事实就是这个爹从生了我这个女儿之后不闻不问，我未婚先孕你嫌丢人，几年了也不曾过来瞧上我一眼，终于来了一次了，也不管我这已经是嫁过的闺女了，非要强行争抢，怎么看你怎么不对劲儿。所以说你自己是个什么情况，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言之凿凿，用尽词汇，也不过只是为了粉饰你所做的卑劣的行为罢了。我这个人只看事实，不听辩解，你想要让我跟着你走，我只说一句，绝无可能。宋时锦这刻说实话，也已经被逼到了毫无耐心的地步了。如果这些人一定要找麻烦，他可是绝对奉陪到底的。宋员外更生气了，这宋时锦果然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们还愣着做什么？难道还要被他一句话给吓到了不成？
直接把大小姐带走。那我们就别考虑了，大家该跟上就跟上，别让员外对我们这些人瞧不上眼了。大小姐，跟我们回去吧，我们还是很尊重您的，何苦要与老爷作对呢？这不是白白要吃苦头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们这么愚蠢的。一起上吧。打手和众人顿时哑口无言，老管家的眉头皱了起来。本以为这位大小姐是个有能力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她是高看她了。就这种样子，怎么可能呢？也太狂了吧！不好意思，得罪了。既然宋大小姐都这么不将自己的安危放在眼里，此时的众人也没什么好说的。一些打手们直接上前，已经伸手朝着她抓去了。众多村民们摇了摇头。这个宋时锦也是真的让人无语的很啊！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自己面对的是什么？难不成真的就觉得他自己很牛不成？这也有点太丢脸了吧！这一刻算是把他们村里人的脸都给丢尽了。眼瞧着宋时锦就要因为他自己的行为而吃亏了，下一幕却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宋时锦的身子一动，整个人身形如燕，轻松地躲开了眼前打手们的攻击。这一个个落了地的壮汉们，此时个个都浑身酸疼，哀嚎个不停。当然，疼痛还不算什么太难忍的，难以忍受的不过是他们居然被一个貌似瘦弱的女人给扔了出去，而且他们还发现自己这一刻居然再也无法从地上起来。哼，想要带走我，简直可笑！村民们顿时哑口无言，宋员外更是此时一脸懵。他想过很多场面，只是怎么想也没想到的，居然是会发生这种事情。这还是他所熟知的女儿吗？那个一直都被人给欺负着的宋时锦，分明就是个夜罗叉呀！宋员外，你带来的人可不行啊！如果真的想留下我，麻烦你自己聪明一点，或者多花一点钱都可以。张婶儿，怎么你拿了宋员外的钱，感觉自己此时有命留着这钱没有？我没收他钱。是吗？那你可是真够有骨气的。各位父老乡亲，我宋时锦自从嫁入荣家，那就生是荣家的人，死是荣家的鬼。我相公如今还不在家，就已经闹出这么一些事情，真的很令我意外。话说，村子里的你们，真的就是容不下我这样的小妇人是不是？我也没什么能做的，不过就是这一双手一双脚，说是谁想要带我回去，不好意思，那就麻烦你们将我的手脚剁了，然后将我掳走。众村民倒吸了一口凉气。宋员外目瞪口呆，掳人他倒是想啊，只是就之前自己女儿那种状态，他能做什么？自己的手脚不被卸掉就算好的了。现在谁还想带我走的？拎着刀过来吧。众人顿时哑口无言，这谁敢上前呢？谁敢做这种事情？谁敢真的跟眼前的宋时锦动手啊？很好，既然没有人愿意这么做，那我就当你们没有人有什么意见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得不提醒各位一句，最好你们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下一次再惹我，我保证你们的遭遇定然不会是这么一个结果。话说锦娘其实也是个身怀不露的高手，好像的确是。那他与容易之间到底谁更厉害一些？这个说不准，不过我瞧着他们两个大概都不好惹，不仅仅是不能招惹，还得尽量的帮助他们。有道理，好在我们可是一开始就已经找好了立场，站对了边儿。不过我还是觉得跟着他们两个呢，以后我们的日子定然是会最好的。这个我承认，我这一辈子都在穷山村里，如果上一次不是跟着容易去了县城的县衙，我感觉这一辈子我都大概只能窝在这么一个穷苦山沟沟里了。管家，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的这个大女儿还能有这么好的身手。这个员外，是您拦住了先来探一探的人，说那是您的亲生女儿，您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众人这才什么话都没有说，跟着您一道来了。那现在的我完不成我该做的事情，这该怎么办啊？算了，老爷，咱们先回去，这事儿之后等等再处理。或者不还有个女婿的吗？您的面子可能大小姐不愿意给，但是这女婿的面子大小姐是一定会听着的。刚刚大小姐不还说了吗？说他是荣家的人，那么
只要您能将荣秀才给拿捏住了，这跟大小姐之间的问题也就会很好处理了。说的不错，一开始我还真的是想错了。既然我这个女儿一点面子都不肯给我，那我们就换上另外一条路走。你说的不错，咱们这就想办法去找荣秀才。大小姐，那些人这会儿已经走开了，就是不知道他们之后还会不会再过来。如果再闹一次，那这事儿可是真的又得您亲自出手了，奴婢们都还做不好的。无妨，他们真的来了，大家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就是了。不过暂时应该是不会来的。希望真的如此吧。没想到宋员外竟然是这么一个人，更没有想到他对大小姐您这么冷漠。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你生下来的孩子，你就算是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也不一定他就是前来回报你的，也许是个败家子儿也不一定呢。所以呢，我这个爹不讲一点感情，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可奴婢觉得宋员外应该没有这么快就死心，他应该会很有可能做出别的事情来，到时候也不知道会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说得不错，他的确不会死心，倒是很有可能会去找容易去。宋时锦挑了挑眉，宋员外能做的唯一的选择大概就真的是去找容易。可如果他真的去了，估计会更惨。容易那个神经病，如果听说他的目的是要让他回宋家，估计会更疯。我想我现在也该准备一下，去一趟容易的书院了，正好后日就是书院的探亲日，我正好与他见一见，商量点事儿。他过去要看一看容易，顺便也要将宋员外这个没脑子的爹所做的事情提前给容易说一声，让他做个准备，以免措手不及被人给欺负了。你要是住的时间过长，老夫就亲自去找你去。老爷子，我给您准备了有将近半月的零食呢，而且家里头还有荣爵，他也会做饭。荣爵的技术的确不错，不过他还需要认真的练功。我知道你给我留的好吃的零食是半个月，所以我就等你半个月后回来。要是回不来，我就去找容易要人，抢也要把你给抢回来。林老了，他能天天吃上好吃的饭菜，还能有这么孝顺听话的孩子们在身边，而且宋小娘子这人不光是有好厨艺，还是个特别有趣儿的人。他可不想让自己这么好的日子过得不长，而且容易那个不要脸的见到了宋时锦一定是不怀好意。这个我不会待很久的，探亲的时间也不过只有1天而已，我过完了明天1天就能回来了。他也没道理在那里浪费过多的时间，况且他还有张掌柜的新书稿子要交呢。我一定要去看看瞧瞧去。为什么？你要去见容易？我有那么想不开去找你相公，然后被他给弄死，或者被你给弄死？瞎说什么大实话呀？那你去书院做什么？我得给自己的未来找点后路呀，好歹给自己找个好的相公吧。平日里都没有出过远门，也没有瞧见过更好的男人，难保自己就会有些偏见了。而且我与你一道去，也好能被你训斥之类的，到时候也能得到点帮助。那王村长能同意啊？这都赶上自己给自己找对象，这也与现代社会的自由恋爱没差了吧？王四丫哼哼，他对你们家的人信任的不得了，你说呢？他能不同意吗？王四丫这一点倒是挺看得透的，他爹如今就一心都扑到了宋家身上了，主要是也能瞧见这以后宋家当家人定然有出息，而他爹更觉得宋时锦牛，毕竟作为一个女人，能将容易都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这样的女人那可不是一般的有本事。他爹自然会让他跟着好点的人学习，那到时候也总不会差到哪儿去的。那你最近心态调整好了，不怕我了，也不做噩梦了？你真的是，我都已经想着要帮你保守秘密了，你能不能以后别再提这事儿了，瘆人，知道吗？大概他的卖身契也没有了，如今的王四丫没有了侍女身份的束缚，倒是能与宋时锦聊天的更随意。他也自是觉得待在宋时锦身边的那段时间，的确是学到了点东西，而且也见识到了人性的可怕。好好好，行行行，我以后不提就是了。两个人一边聊着天，一边到了牛大家门口。你这么好，居然现在都懂帮人拎行李了。哼，这有什么好不好的？被你折磨出来的习惯罢了。感情还是我的错了。你大概想不到，
我回了家之后，每天都把地板桌子擦得又干净又整洁，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自己还有这方面的天赋，现在可是不得不服气。这个状态很正常，我不也自己亲自动手做家务干活的吗？难道自己的房间布置起来，自己的物品摆放整齐，每天的地拖干净了，然后再做事的状态不好吗？说的也是，我干完了活之后冲完澡，然后吹着风坐在窗前，看两页书也好，绣两针也罢，居然觉得心情特别舒坦。这样挺好的，用我这边的话叫劳逸结合，没有更好的休息，如何能做到最优秀的工作的？王思丫皱起了眉头，看着眼前的宋时锦，而后叹了口气，满心满眼的这会儿可都是埋怨了。牛大这会儿开口补充了一句：看来锦娘做的挺对，至少你这样还是学好了的。之前的你啊，可没这么好说话，现在看着你可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也瞧着招人喜欢了。怎么，我以前有那么差吗？倒也不是差，就是没有现在好。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能找到一个极好的相公了。那是自然。说是旁人这么对王思丫说话，估计王思丫会很生气，可现在的她却是怎么样也不会生气的。毕竟现在的王思丫已经不再与以前的那个想法一样了。而且这牛大倒也不是旁人，他可是与牛大一道共同知晓了关于宋时锦的秘密。竟然这么多人？正常啊，这每个月的探亲就那么一天，人自然会多。我还以为人很少，然后我过来了，能吸引一大部分人的目光呢。结果是我想多了。就现在这种情况，哪里还能显得出他来呀？王思丫这会儿那可是真的抑郁了。倒也没什么，你若是愿意的话，还是有挺多人肯站出来表现的。王思丫翻了个白眼儿。我如今都快成了个老姑娘，若是今年再不把自己给嫁出去，我估计我爹都要受我的连累了。依据这律法，若是到了年纪的姑娘不成亲，可是有官媒亲自上门说亲的，如果年纪更大还不乐意嫁的，还要让父母跟着一道受罪坐牢。谁知道呢，也许这一次你在这书院里头就能找到你喜欢的人了呢。村子里毕竟可挑选的不多，你呀就睁大了眼睛好好的瞧瞧看看。没错，自己的婚姻大事那自然是需要自己用心做主的，这点儿我还是知道的。锦娘，我们去找人问问看，容易在哪个班？他说他好像是在天字号君子班。君子班的？你要找的人是天字号君子班的？这天字号的君子班可是我们书院最厉害的班了，在那里头学习的学子们早晚以后都是会当朝的大官或者颇有建树之人，不过君子班特别难进呢。书生这话说出来，令宋时锦也并不吃惊，他也没有因为君子班难进去而吃惊。王思丫更是洋洋得意。如果是旁人，那也许是真的挺难进去，可是这人偏偏是我们锦娘的相公，那自然是天赋绝顶的。还真别说，能比得上我们锦娘相公的男人真的是极少极少的呢。这一点王思丫可是一点都不夸张，毕竟他还真的没有见到过能像容易一般聪明绝顶的人呢。不过像容易那么狗的，他也是没见过就是了。王思丫，你少说几句，别太张扬了，一会儿就让其他的人关注起我们来了。怕什么？你相公那么厉害，他会担心这个？宋时锦立刻无语了。果然王思丫的一张利嘴，这会儿还真的就很快惹了事儿。话说我们也的确觉得挺好奇的，不知道这位夫人您的相公是谁啊？居然敢那么大的口气。那个回话的书生这会儿也瞧着宋时锦，天字号的君子班的学子的确很优秀，可是刚刚眼前的这位姑娘说起这话来也的确是有点狂妄。他一时也不知道这姑娘说起这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他随便说说而已。他倒是也是真的好奇，想要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了。是啊，这口气还真够大的，咱们君子班的学子也不少啊，就没有一个敢说这种大话的。或者真的说出来了，也只会显得他们比较愚蠢吧。这天下的聪明人还多着呢，谁还会在乎这个？我觉得这八成啊是没有这回事儿。这位小娘子大概就是随便说点闲话来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吧，其实什么本事都没有。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这就还真的以为他自己的相公有本事了。要是那相公真的有能力，他会就这么待在这儿？这我怎么就一点都不相信呢？
君子班都是一群好学专注的人，平日里家人都极其在乎成绩，那可是很怕自己的人最后没学到什么的，所以也基本上不会有人前来探亲。这人还真的有可能会是假的哦。说的是，如果是我可就不敢耽误我家那口子好好学习，要是做得过了，还指不定会被他狠狠骂上一通呢。这小娘子刚刚8成就是在吹大话。宋时锦一瞧这里围着的人越来越多，他便无语了起来。锦娘，这接下来的事儿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无妨，我们不用搭理便是。虽然宋时锦表现的尽量是不想干涉和搭理，只是毕竟人多，一个接着一个的对他进行着打量，这种行为难免让他有几分不适应。君子班就是最上面的那个班级，如果你家相公真的在的话，你可以过去试着问问。这位夫人，是要等谁吗？我是找容易的。啊，原来是找荣师兄的，那你应该就是嫂子了。荣师兄的家人来了，荣师兄的夫人来找他了。瞧不出啊，您这么一个读书人，嗓门倒是挺大的。宋时锦颇有些无奈地笑着，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的场景。王四丫与牛大这会儿微微有些怂了，王四丫也不敢再出什么风头了。他若是在村子里那样出风头，无人说什么，可是在这儿一句话说错，就是刚刚行注目礼的待遇。旁人看他的眼神就跟瞧个乐子差不多，他可是真有点怕了。牛大那就更发怵了，他应该是最怕自己做不好了，被人给笑话的了。就在那学子喊完不久，那原本瞧着热闹的众多学子居然个个都停下了脚步，眼睛如瞧热闹一般的看向了君子班的门口。居然是荣师兄，是君子班的那个荣师兄。一开始给宋时锦指路的书生忽然愣住了。什么荣师兄啊？很出名吗？当然了，荣师兄那可是我们书院最牛的学子了，他是今年乡试最有可能得中乡元的人，在书院里头就连诸位夫子都寄予厚望，觉得他以后必中状元。众人倒吸了一口气，这么牛吗？这还不算什么，县衙的卢县令也早知道荣师兄的能力，对荣师兄很是关照。他曾有言说他有我朝相才，你们说他厉害不厉害？那可是个真正有本事的人。就在此时，荣毅已经自书院的君子班的门口走了出来，他才一出现，便引得无数的人眼睛直亮。而书院的学子们在瞧见了荣毅之后，没有一个人敢说话，都只是个个用尊敬和仰慕的眼神看着他。那可是全书院每次考试都排名第1的天才荣毅呀！这君子班的书生就这么好看，我还是第一次瞧见这么好看的人呢。好好看的小郎君啊，真是太俊了。哈，真的是那位小娘子的夫君。一名貌美如花的家属这会心生了几分嫉妒。锦娘来看他了吗？荣毅的眼睛带着笑，整颗心只顾得上装下一个宋时锦，哪里还能顾得上周围其他的人？荣毅丝毫没有一点的在意的。锦娘，你怎么来了？我来探亲呢，顺便给你带点好吃的。怎么，你还不想让我来啊？宋时锦眉眼带笑，荣毅连忙摇头，眼眸中带着几分火苗，还有几分激动。哪里的话，我欢喜还来不及，你什么时候到的？可曾安排得当？路上是否辛苦劳累？怎么这一次不提前跟我说一声，要好让我去？好了，我就是知道你会这么说，也知道你会这么麻烦，所以才没通知你的。放心，这一次我可是与王四丫和牛大一道来的，你呀，别啰嗦了。荣毅看着宋时锦点了点头，打住了话头，而后眉眼一开，笑了。我不是看错了吧？刚刚荣师兄笑了？你没有看错，我也看到了。我的天哪，真的是，荣师兄果然真的是笑了。众学子此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彻底被眼前的这一幕给震撼到了。实在是因为眼前的荣师兄与往日的荣师兄的表现差得太多了。锦娘跟荣秀才两个人可真般配啊。你现在才知道啊？这个我早就已经知道了。王四丫感叹着，这两个人这副样子，哪里是其他的人能够插得进去手脚的样子啊？还好他可是早早的具有先见之明，没有继续做愚蠢的事情，他还是在这儿继续找自己的相公比较好。弟妹。万清源笑着从一旁走过来，打断了宋时锦与荣毅两个人的小话。锦娘住的地方是你安排的？这是自然，
不过这不是你给交代的吗？说是尽量不要让弟妹来了，没地方住，受什么委屈。我瞧着弟妹也帮了我们万家大忙，这点事情很小很小，算不得什么。那为什么你早知道了却不告知于我？这个万清源的胆子真的是越来越肥了。嘿嘿，我要是告诉了你，那还能现在的这种惊喜吗？你应该感谢我才是。我感谢你大爷，你他妈差点让我媳妇吃苦头。容易一想到宋时锦在没有开口告知他的情况下就这么找来，他就自然而然地紧张了起来。我这不是没什么事儿吗？相公不必担心。好，今日是探亲日，我们所有的人可以休息一整天。其实他本打算昨天晚上就摸回去的，可又一想之前就已经做过一回这样的事儿了，这一次如果又做了，难免会显得很不尊重夫子们，的确有些小小的过分，所以只能是耐着性子等下一次。我既然今天可以休息，我便多带锦娘四处走走，书院里也有很多可以观看的景。我还能去游览你们的书院吗？这个完全没问题，书院的探亲日其实就是开放日，也自然会允许家属们参观的。好啊，那我们一起四处逛逛看看吧。王四丫与牛大两个人虽然是到了，他们本来是想跟着锦娘的，只是这会儿不管是谁看到了这对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都不想打扰他们，只想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时间，于是两个人便留在了原地。好在容易交代了万清源照顾着，倒也不会让他们两个太尴尬。王四丫看着万清源，脸微微一红，这少年倒也瞧着挺俊。王四丫大着胆子问道：敢问郎君年方几何，可有婚配？他又年轻，长得也不算太差，这会说起这话来，脸上带着羞涩和红润，又问的是这种问题。万清源是个老油条，一瞧王四丫这个模样，就知道他是想做什么了。万家商行的少爷，有钱有颜，而且风流多情，也可以说是交游过天下，这也的确是遇到过不少的小娘子，也自然是与女孩子之间打过不少的交道。他还能不知道这王四丫这种眼神是什么意思吗？在下已有未婚妻，毕竟如我这般出身和样貌，又如何会不婚呢？王四丫皱起了眉头，一听万清源这么说，瞬间对这人的好感降落到了谷底，他的眼睛顿时睁大了，心情一时就不好了。说的也是，阁下的确是有钱有势的，瞧这一身的衣服，看着就挺值钱。万清源立刻哑口无言，王四丫对这万清源顿时没什么兴趣了。牛大哥，你陪我去转转这书院呗。四娘子，你怎么不与刚刚那位相公多聊两句？那个人能做容易的朋友，定然不是水平不怎么样的人，你若是能与他相识，也是绝对可以得到不少的好处的。王四丫翻了个白眼儿。牛大哥，你觉得是容易的朋友，那档次就高了吗？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与咱们荣相公之间有些关系的，肯定不会太差呀。那你觉得我是宋时锦的朋友，我的档次高不高？你这样拿锦娘比，我真的无话可说。你狠还是你狠？谁知道这人是不是故意扒着容易呢？昨天我还在想着，那客栈怎么就对锦娘那么好呢？这回我可算是明白这里头的门道了，肯定就是这个人故意做的这事儿呗，分明做出来就是为了显摆他自己有能耐呢。说是需要巴结旁人的人，那自然是始终都不如人家的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能不了解？呵呵。以前你是黑别人黑得很，现在论自黑，我不服强，我就服你。王四丫说的这话其实只是表面的话，他如今瞧男人完全是听了宋时锦的话。这男人再优秀，再怎么帅气，再怎么温柔多情，甜言蜜语，可他不是你的，对你不够尊重，那他多好，跟你有个毛线的关系啊。四娘子真的是与以前不同了，若是我还没有成亲，那就改变一下想法，也是要追你的了。哎，可别，我谢谢你了。牛大搔了搔头，他是真的这么想的。说是没有成过亲，他追宋大小姐那差距过大，追个王四丫还是可以的。王四丫如果真知道牛大这么认为，他连灭了他的心思都有了。周一鸣走到万清源的身边，看着他一脸奇怪的表情。话说，你这副表情是出了什么事了吗？看着奇奇怪怪的。一鸣，你说咱们这样的男人以后会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当媳妇儿？妈的，你小子思春不要带上我啊！滚，你才思春。他就是感叹一下，难不成这也不行了？刚刚看到了未婚的小娘子对自己抛着媚眼，说话又带着几分柔软，直接上来就问起了他是否婚配。
别说，还让他觉得很有意思。你不会吧？看上了弟妹身边的那个年纪大的女子了？你是有多想不开？要在山村里找媳妇了？这县城的名门闺秀一抓一大把，你要什么样的不行？而且以后咱们中了进士，那有多的是官老爷、员外老爷绑下捉婿，你没必要这么想不开吧？万清源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周一鸣被他看得浑身汗毛直竖。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挺瘆人的。我在想，我们到底是怎么成为的好兄弟？我现在很怀疑当时我与你相处时候的智商，一定是被他给带低了。他有多想不开，才要跟这人交流啊？锦娘写画本了？那锦娘可有想过要让我也看上一看？我还是挺期待的。我写的不大好，而且只是一些不入流的。没什么入流不入流的，大家喜欢看，不就证明了这画本的价值了吗？况且锦娘写的是故事，定然是有利于百姓的。宋时锦怔怔地看着容易，一时有些愣住了。容易看着宋时锦这个表情，便问道：怎么了？可是我说错了什么话了？没有，我只是感觉在容易的眼中心中，似乎我其实各种好的样子，可是我却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赞美。容易，我没有那么好的。容易脚步一停，锦娘，你真的有，在我这儿你是最好的。若不是真心实意，他容易定然不会说出这种话来。容易俊美的脸上多了几分严肃。你给我的，我几辈子都还不完，以后别这么想了。大概你当我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得到你的好。好，我以后不这么说了。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去哪儿吗？去我住的地方。那你一个人住啊？我习惯了一人生活，的确是一个人住着就挺好。宋时锦忽而有些紧张了。这么说，一会儿他去容易住的地方了，岂不是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这个我是来探亲的。宋时锦开口意有所指，他可不是到这儿来胡作非为的，然后被人给瞧不起的。容易看了看他，忽而唇角一勾。我知道，你放心，我不会乱来的。原来锦娘如此的想为夫的，这倒是为夫冷落你了。别胡说，谁想你了？容易瞅着他。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你想不想的，我最是清楚了。都亲自跑到县城来探亲了，这会儿如果说是不想，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容易一想到这里，心底便极为柔软。他的锦娘向来是嘴上冷漠，其实心底始终都是温柔善良的。宋时锦虽然是有些不怎么想得明白的，不过一样极为信任容易。这会容易要去哪儿，他即使觉得有些不怎么合适，也一样会认认真真的跟着走。这与家里头的布置一模一样啊，这是容易自己的安排吧？不是经常在家里住着，能对居住的环境有极深的了解，是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安排的。这幅画，画的是你，我就是想要让你进来这个房间里看看这些。我每次做功课累了，就要看一看画上的你，只要看着你，我便能告诉我自己，再坚持一阵子就能回家了。所以你在书院都没有好好学习，天天在想女人了吗？可我想的是你。宋时锦挑了挑眉，虽然自己内心很得意，不过表面上的态度还是要有的，得批评，不能让他真的觉得自己做得极好才行。一哥这样做可不大好，最起码被人瞧见了不是很好。拍马屁又拍马腿上了。不过我喜欢。容易本来还是有些提心吊胆的，忽而宋时锦给他来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心里头瞬间敞亮了。你喜欢就好。宋时锦忽而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他看了看容易，朝着他走了2步，靠得他很近，仔细地观察着他，这目光令容易不由得紧张。锦娘，可是我有什么不妥？娘子尽管说，若是我哪里不对，我一定改一改。我以为我们之间算是很熟悉了，所以应该不太会因为这种行为紧张之类的，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儿。相公，你不觉得我们之间好像越来越客气了？之前他还对容易挺随便的，现在他看到他就紧张，有的时候还不由自主的脸红，这让他整个人的智商和情商都不止下降了1个档次。是有几分客气。他想碰宋时锦，怕他生气，他对于他的才是客气。不过他们2个人都是一样的紧张便是了。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好好的改变一下彼此吧。不，要改变的是我，而不是你。
我觉得锦娘已经很优秀了，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的。他的锦娘怎么看都是完美的，的确是并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整和改变，也完全没有那个必要。怎么能不需要呢？容易，我们可是最适合彼此的，应该是要做出点努力才行的。你想怎么努力？我们因为什么紧张，那就努力做到让那方面变得不紧张嘛。您举个例子，比如就这个。说着，宋时锦踮起了脚尖，将自己的唇给送了上去，主动献吻。容易顿时懵了，倒也并不是因为旁的，而是他此时算是真正的意识到了眼前自己这个娘子的脑回路了。那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理解得了的。话说宋时锦这个思维模式到底是怎么转换的？他怎么就能选择做出这样的想法来？容易愣怔着，此时很难理解，不过却又觉得特别的兴奋。他的锦娘居然主动亲他。就在容易心底兴奋，内心的小兽欲望都升腾起来的时候，宋时锦将脚尖放下，结束了这个吻。他定定地看着容易道：你能明白了吗？就这样子。不，我不明白。我们对哪里不够满意，那就改进那部分，做到我们彼此真正的满意为止啊。什么意思？我们两个并不是不喜欢对方，只是还在暧昧期，容易紧张嘛。既然如此，唯一能让我们平静淡然的方式，那就是每天都做这些，那就很快就能适应了嘛。只要适应了，这还算得了什么呀？这就是宋时锦的决定。这个想法好像不是不可行，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我竟无法反驳。宋时锦又继续兴奋着道：就比如我啦，对这个吻不是那么自然，有些紧张，那就想办法多适应适应，多亲几次，多主动几次，那肯定就不会紧张了。你说的对。我还每一次都看到你会紧张，那我继续天天看你，日日看你，看时间久了就更不紧张了嘛。没错。宋时锦的眼睛发亮，光芒闪烁着，亮瞎了容易的眼，灼热了他的心。锦娘真的是会给人意外的惊喜啊！来自我钢铁直女的脑回路，有什么路子走不通的，那就特么的硬闯就是了。宋时锦笑眯眯地看着他，所以我打算一有时间就来看你，争取我们两个可以成为对彼此都很适应的人，这样就好了嘛。我这个想法如何？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棒？容易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半天之后，原谅他这会儿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棒是自然很棒的，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棒是自然很棒的，有便宜不占王八蛋。锦娘迟早觉得占便宜，那自然是要占点好的。对于他来说，最好的应该是银子，而我呢，能摸摸锦娘的小手，能亲亲锦娘的小嘴儿，能睡一睡她，这就算是大便宜了好吗？宋时锦等了半天，不见容易对他说的这话表达一些意见，这让他忽而有些不敢想了。他不由得看着眼前的容易，尝试着问道：你可乐意我说的？容易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宋时锦，连忙点点头道：乐意至极，求之不得。咦，这么好说话？宋时锦眨巴着眼睛，怎么感觉好像是他吃亏了呢？容易轻笑了一声，而后一把搂住了宋时锦的腰，低下头，轻轻地吻上了他的唇。怎么说亲就亲呢？容易亲完了，笑着看着宋时锦道：我刚刚有些紧张和情绪冲动了，所以需要适应。而后他又低头亲上了宋时锦，他妈的，好像真的是亏大发了。不过他又觉得自己的确没有做错来着，最起码他们两个人这样随便亲来亲去的，随便拥抱着彼此，的确就很自由了嘛。我的胆子也变大了许多，比以前强太多了。我以前连杀只鸡都很难呢，可如今……牛大的眼睛不自觉地瞟了一眼宋时锦。我虽然觉得我自己厉害了，可跟你娘子比起来，我还是差了点呢。那不知道你之前与锦娘和王四牙一道出门是在哪一天呢？就在卯月的初八。哦，他的眉眼中带着几分温和，颇有意味着道：你这记得挺清楚的。嗨，那是自然的，毕竟事情发生的那么严重，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呢，能不记得清楚的吗？听起来是挺严重的，
估计当时你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只是这事应该跟锦娘之间的关系也挺大的，是锦娘的表现吓坏了你吗？牛大本还是挺得意的展示着自己的聪明，觉得他此时真的还把那些事情都给记着，就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了。却不想这会的容易忽而提到了锦娘2个字儿，真就把他整个人给吓了一大跳，他浑身起了一身的冷汗。牛大笑着连忙否定，不是，锦娘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绝不可能。容易的眸子深邃，睫毛微微的低垂，盖住了他的神情。牛大忽而就看不明白容易这副神色是什么意思了，只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这副样子让他莫名的打了个冷战，正心中忐忑之际，你说的我全都信。牛大顿时哑口无言，不知道为什么容易这种表现却让牛大深深的觉得他根本完全不相信，他顿时不敢再跟容易聊天了。刚刚太得意忘形，直接就差点把老底都给交代了。那天的事情如果真的被揭开，谁会知道容易会做出什么来？我去看看这里有什么好的菜色，先行一步。说完这话，牛大直接就溜了。宋时锦正在与王四丫闲聊一些有的没的，忽而看到牛大慌张的离开，他连忙看向容易，相公，牛大这是怎么了？容易看了宋时锦一眼，笑得眉眼开开，异常温柔。他尿急。正不知道要不要去后厨的牛大听到这话，他走出2步之后，果断地将自己的目的转向了茅房。容易说他是尿急，那他就是尿急。锦娘，这饭菜好吃吗？还行吧，虽然不至于味道多好，可也不是太差，只能说是原汁原味的水煮那种，跟他平时在家做的大鱼大肉的还是有所区别的。我知道你是替食堂说好话，这里的饭菜味道寡淡的很，其目的并不是要增强人对食物的欲望，反而是为了降低，让学子们能更好的修行。所以我觉得不错呀。可我想吃肉。哦，那我可以回头给你做点吃，或者我们现在就去买点野味，你拿回来我跟你做。容易轻笑，他的眼眸里闪烁着其他的光，我想吃的除了那些还有你。宋时锦顿时就呆住了。宋时锦赶紧瞧了一眼身边的王四丫和牛大，瞧着他俩此时没有注意到他在说什么，这才松了口气道，你注意一下自己形象不好吗？真是太胡来了。这些话要是被旁人给听去了，那他感觉自己的脸怕是真的要丢尽了都。容易挑了挑眉，轻笑了下，虽然没说话，可眼睛里那团火此时却是丝毫没有消失。宋时锦瞅着他这个样子，顿时将目光给移了开，假装自己没有看到这个动不动就来点这么不要脸行为的男人。哎，你们听说了没？好像容易的娘子来了。这么说，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容易的娘子不成？看起来应该像是。刚刚好像容易还给他娘子夹菜了吧？你们瞧见了没？那个样子可真的让人有些不敢相信。他平日里都是那么冷漠的一个人，怎么反而会对女人这么好了？那谁知道，本来以为这容易就是个没有缺点的，现在看起来什么没有缺点呢？其实大概就是没人知道吧，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人呗。那倒是。这仙子啊也有下凡的时候。几个人嘻嘻哈哈的，一个个瞧着容易，倒是对他难得的有兴趣，不过倒是反讽刺的居多。容易，你不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这2个女的哪位是你娘子啊？我瞧着应该是这位小娘子吧。贾师兄，我与内子在此处闲谈，不方便接待，麻烦让一让。他的声音很清冷，声线很平静，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可众人就是听出来了，容易在生气。几个人顿时面面相觑，眸子里果真是有几分惧怕的。可那位刚刚开口的贾师兄却显然有点不怕死。容易，别这么不近人情嘛，你能对你媳妇儿那么好，为什么就不能对我们这师兄弟们好一点呢？你看我们之间明明关系还行，我们都那么高看你，何必这么冷漠呢？说的是，我们的关系的确还可以。他此时看起来似乎是更为温柔轻松了的样子，却使得平日里吃过他亏的王四丫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几个人还真的有点疯啊，你容易这个精神病都敢招惹，你是真不害怕自己早死？关键是
他们真的把自己给弄死了那就算了，何必再有他的场合呢？这群人根本就不知道容易跟宋时锦这对夫妻就是俩疯批。贾师兄仿佛是没有听到此时容易话中的讽刺，反而在此时还异常的得意，极其大方着道：你能明白就好，你啊真的就是太高傲了，就是个普通山村里的秀才出身，就算是学业成绩比我们强又如何，早晚还不是要臣服于我们，我爹那可是当朝的五品官，你这样没有背景的人，除非能连中3元，成为我朝的吉祥物，不然呢也一样只是从头干起。说是他从头干起来，那就注定是要被他们这样的人给踩到脚底下去了。容易，如果你愿意与我等搞好关系，平日里的学业帮衬帮衬我们，那我以后也自然是可以罩着你的。宋时锦一开始还听着有些不太明白，这中间的几个人的人物关系，也不清楚他们到底跟容易之间有什么瓜葛。此时忽而一听到这话，他倒是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贾师兄说了半天，正以为容易听了这么会儿，到底是应该屈服了的，于是道：容易，如何？若是你同意了，这会儿便给我们一个痛快话，如何？正好这弟妹在这儿，你若是表现得好，我们等下到外面最好的酒楼去请弟妹一道去下馆子，怎么样？不怎么样。什么？贾师兄以为自己幻听了，等到反应过来，他才意识到原来是在一旁的容易的娘子开了口。容易微微一愣，回过神来，歪着头看着宋时锦：相公，你脾气太好，尽是人欺负你，你能忍着，我可不能忍。贾师兄等人这会儿是彻底有些懵住了，毕竟他们可是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如眼前的这样的女子一般开口说话的样子，这好像有点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既然你说你是我相公的好友，那么先报一下自己的身份和名头吧，我先听听看看。宋时锦微微一笑，眸色之间显得更为温柔和好脾气，刚刚凶了一下，而后又是这么一副笑容满面的模样，直接令眼前的贾师兄一愣。好，既然小娘子想要知道我的身份，这个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在下是云江贾家的二公子，现在正在书院求学，我父亲便是云江贾父。他如此一报家门，牛大与王四丫皆是一愣，好像有听说过这个贾家，貌似是个挺牛的一个家族的吧。贾师兄报完了自己家门，得意洋洋地抬起了下巴，看向了宋时锦道：宋娘子长得如此漂亮，跟了一个穷秀才又有何用？若是你不嫌弃，嘿嘿嘿。他这话说的，容易坐在原位上，微微闭上了眼睛。虽然容易一句话都没说，更没有出口维护什么，可此时在场的3个人都是莫名的打了个冷噤。宋时锦直接就翻了个白眼儿，这人呐，真的就是自己把自己给作死的。怎么，小娘子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倒是没有，只是什么云江贾父的我没听过呀。我家相公脾气温和，自然交友广博，朋友也多，我本以为你这自报家门能让我听听到底是哪位呢，可真的听了却有点可惜了。不好意思，我没有听过，云江贾父也好，还是您这位贾师兄也罢，我相公也没提起过，我在外头也没有听说过，是我孤陋寡闻了。这位贾师兄一没脑子，二没实力，三又没有家族背景的，如何能成为我相公的朋友呢？毕竟我相公从来都不会与没有教养、不懂礼貌、听不懂人话又自以为是的傻子蠢货交朋友，谁让我相公聪明呢？聪明人真的挺不喜欢愚蠢的。说着，宋时锦用几分鄙夷的目光打量着贾师兄上下，而后冷冰冰着继续道：人最后一个字儿单独的挑出来，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你我怎么了？瞧出来这位师兄还是个说话结巴的呀？那完了，云江贾是有您这么好人物，有点形容不整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中呢，也做不了官员门面，到时候又落了脸了。宋时锦一句接着一句的，句句扎心。容易怔怔地看着宋时锦，唇角微微勾起。他喜欢锦娘，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只有锦娘可以在此时此刻毫不犹豫地站到他的面前，替他处理所有的问题。当然，这些欺辱他的事情，他经历的也多了去了，也从不觉得能乱了他多少的情绪。锦娘，容易睁着如鹿一般的湿漉漉的眼睛看着宋时锦，
轻声又充满了柔情地叫着他：“还气吗？或者说恼吗？”容易摇了摇头，清润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宋诗锦。本就不怎么生气，也更不会恼，你娘待我可真好。宋诗锦顿时无语了，容易果然还是冷冰冰的模样，让他更舒服一些。这样子，如同被他喂食了的流浪狗感激的眼神，太令他压抑不住了。牛大在一旁看了半天，莫名觉得无语。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错觉，仿佛这容易与宋锦时的角色有点被打乱了似的。画本上不是总写英雄救美女吗？怎么这好像有点反过来了？万清源与周一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两人被眼前的这一幕给震惊了。其实容易向来对于这些肮脏的挑衅行为置之不理，这些人越是回应，他们也就越发的蹦跶个不停。只有不将他们当成一回事儿，也许才能有那么点好的。越是给他们一点回应，那就真的绝了的那种。这些人大概会上天。容易每次只是淡然一笑，而后走开。贾师兄，要请吃饭吗？我请你大爷，我们走。他在这儿可算是吃了大亏了，只能暂时离开。就一会儿功夫不见，你这招蜂引蝶的能耐就又见长了。终归还是不如万兄，谁让我容易家底浅薄，日子艰难，全靠万兄救济。万清源顿时哑口无言，容易这货果然惹不得。瞧瞧这话说的，万清源此时可是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只剩下了为难了。他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咬着牙齿说道：“想找我骗银子，没那么容易。”万兄说笑了，我何曾会做这种事？妈的，你少装，下一句绝对有猫腻儿。这茶有点腻口了。万兄家的龙井甚好，上次听闻还送了几罐给人，不如也允我一些。这个容易太贼了。不过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消息，居然知道自己家与上头的联系？别说，最近万家真的送了龙井给上头罩着万家的官员。其实你也不必担忧什么，我已经帮你瞧过了，那人可暂用一时，不过至多1年。你怎么知道的？天下大事皆是偶然中的必然，我若是万家，瞧一瞧近来谁得势，谁又能助力，这还用说吗？万清源闻言这才松了口气，他怕的是万家有窟窿，卖了消息出去，说是容易自己推测出来的，那是他自己的本事，他倒是放心不少。容易见他放松了，却又笑了笑道：“其实也还好，毕竟事情也不大，你万家维持个3年5年还是可以的。”我谢谢你这话。万清源感叹了下，神色微微有些紧张。容易虽然这话是随口一说，可万清源却听出了这中间他所理解的状态。容易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万清源也没有继续，他们都心照不宣。之所以两个人加上周一鸣有这般好的关系，未尝没有以后要互相帮衬合作的关系。弟妹刚刚可真是勇气可嘉呢，每次看到弟妹总要有新的改观。没办法，旁人欺负我倒是算了，可欺负我相公我就不能忍了。我相公是个面皮薄的，真的丢了身段与那种人计较，只会让旁人瞧笑话。可我这样的女子可是不怕的，我这会儿不出头，那怎么能行呢？弟妹果然厉害。其实也不是我厉害，孔夫子说了嘛，为女人与小人那样也，你们都是要当圣人的，我嘛就是要填补一些空缺。佛还有一面怒目金刚呢，我就是他的护法。周一鸣的眉头皱了起来，他与万清源这会儿过来也不过就是要跟容易打个招呼，正好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事情，便走过来好好的将眼前这事儿给处理一下。这会儿问题给解决了，他们也不好继续打扰，容易也没有留他，毕竟自己还有媳妇儿要照顾，此时也是无法照顾到其他人的。待周一鸣与万清源走远了，宋时锦瞧了一眼王四丫和牛大，你们吃好了没？要是吃好了，我们也得走了。现在这种情况，继续在这儿待着太扎眼了。这个，就看你跟容易的事办完了没？我什么时间都有的，也暂时是不急。容易挑了挑眉，这牛大倒是果然要比王四丫有点眼力劲儿，还不至于太愚蠢。他此时将目光落到了王四丫的身上。怎么了？容易摇了摇头，而后低垂下了眼帘，一副稍稍有些悲伤的样子。我有些小小的不舍，不过才一见面就要立刻分开，我心底迟早是有些难过的。锦娘不过与我说了一小会儿话而已，时间真的很短。
我还有许多的话想与锦娘说一说。可我没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容易这番话里头带点让他想象不出来的其他的味道，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多了，反正总是奇奇怪怪的，让他始终感觉有些腻歪。锦娘是不是一点都不想见到我？还是说家中有什么牵挂之事或人，所以才……要说牵挂的事儿，就是我的那个稿子要紧着去写，赶着交稿，的确是要忙一些的。至于人嘛，也就荣爵一人呢。荣爵毕竟还是个孩子，单独放在家里头，我有点不放心。他都5岁了，不小了，8岁我就可以帮他定个婚事了。八岁，这是不是太小了一些啊？没错，8岁。所以啊，锦娘不必担心。况且家中此时不还是有剑老的吗？剑老还是他的师傅，自然是会教导好他的。可他总得吃饭。更小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给自己弄饭了。况且锦娘不是平日里还教他做过挺多的吗？那就更不必担心什么的。如今啊，他的厨艺可是比我的还要好呢。那叫比你的还要好，你这根本就没有厨艺的好吗？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错觉，宋时锦是听出了些不对的。容易这语气始终是酸溜溜的，这还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还有些事情晚点要与锦娘商量，不如你让牛大与王四牙2人先回去吧，回头我会让万清源再用马车送你回家。容易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要是其他的人此时还不知道他的意图，那可是真的太愚蠢了。说的有道理，这儿也就我与王四牙是先人，我们2个可以先回去的。可是别可是了，一哥都说了还有事要跟你商量，我们也不好在旁边，不如这会儿我们就先行一步。放心，我回去了会跟荣爵和剑老交代一声，让他们放心。宋时锦顿时急了，他都跟剑老说好了的，要尽快的回去，不停留的，而且他也始终有点不大舒服，总觉得他一个人留在这儿是真的不合适的。容易，有啥话你现在就同我说嘛，说完了我还是跟牛大他们一起离开比较好。容易眸色深沉，气息微微不稳，目光落在宋时锦的身上，这会儿却是不发一语。牛大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会儿此处的气氛怪怪的。锦娘，我与四牙这就先走了，你慢慢跟一哥商量。说完这话，牛大此时连瞧一眼容易都不敢的，立刻拉着还有些懵的王四牙赶紧走了。宋时锦顿时哑口无言，这2人果然是不讲义气，就这么把他给抛下了，过分呢。宋时锦叹了口气，心情瞬间不美了。锦娘是很不开心与我一起吗？没有的事儿，你多想了。那锦娘为何叹气？我让牛大和王四牙走了，想与你说说话，你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不然我现在就去将他们给追回来。你干什么去啊？人都走了，你就别追了。人这会都走了，容易现在去追，那不让旁人看笑话，这可不是一般的为难他，还不至于做这种不合适的事儿。可锦娘不开心？不，我开心，我很开心。真的？容易的脸上放松了几分，从刚刚的委屈变得多了几分温柔和兴奋。他看了看眼前的宋时锦，谢谢锦娘，你开心就好。你他妈的强行让我开心啊！哼，你高兴就好。对了，你刚刚说的有事儿要与我商量，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很急啊？我就是想留下你，其实没什么事的。疯了，实在是没辙。虽然是真的上当受骗了，可宋时锦此时还真就没法子说容易这样做的不对，毕竟他其实也是想要与自己多待一会儿的。这个男人可真是会骗人呐。宋时锦眯着眼睛，这一次是上当了，下一次他可就没那么好骗了。我要回我住的客栈了，这眼看着就要天黑了。那我与你一道去。你去做什么？我与你一道回去，我们可以多聊一会儿。而且锦娘，你既然心悦于我，喜欢我，为什么不愿意与我多待片刻呢？难不成锦娘所说的话其实都是骗我的，都是假的吗？没有啊，为什么要骗你啊？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要躲着我？我们明明彼此倾心，我听旁人说起他们的新婚，说起他们的亲事，那皆是如胶似漆，甜甜蜜蜜，不忍分离。锦娘，你却始终要躲着我，逃离我，这令我无法理解。锦娘，你这到底是何意？宋时锦也是一愣，好像是真的这样子。为什么他要始终躲着？为什么他真的表现出来的是这么奇奇怪怪的反应？宋时锦发现
他潜意识的行为真的与他自己表现出来的真的是两码事儿，好像真的是挺矛盾的。容易也瞧出来了宋时锦的茫然。算了，若是锦娘想不通，那就暂时别想了，我们先到客栈里去吧。宋时锦回过神来，哦了一声，跟上了容易的脚步。他一边思考着刚刚容易说的话，一边走着，因为思考的过于多了，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容易正在观察着他的眼神。锦娘，我不会让你继续想的。若是你想了很多很多，想得够深够清楚，却发现你其实根本就不喜欢我，若这是真相，那我该怎么办？容易的目光微闪，手指微微的紧握，用力的捏紧成拳。锦娘太单纯了，她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内心深处对于她的所有渴望和亲近。她想吞了她，想让她成为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是锦娘想明白了，其实根本内心深处完全就不喜欢她，那她这一生又该怎么办呢？她不就完了吗？容易深吸了一口气，这种结局她永远都不能接受，也无法接受。所以锦娘，别想了，跟着我的脚步，你只要跟着那就够了。你也要躺着？容易看了他一眼，轻嗯了一声，而后长臂一伸，直接搂住了宋时锦的腰。一个用力便将他整个人给揽入自己的怀里。你干嘛？容易轻笑了一声，他的声音带上了点说不出来的诱惑，点滴的滴入了宋时锦的心上。锦娘，你在明知故问。容易，你不能这样，现在可是大白天，而且我们钢铁直女有些语无伦次。容易的目光紧紧地落在宋时锦的身上，他并没有生气，只是这会儿笑得更为开心了几分。我们又怎么样了？锦娘，你要知道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而且你刚刚不是还说了，因为我们在一起会彼此紧张，才会不怎么适应，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只是在彼此适应而已。宋时锦有些哑口无言，他是这么说过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宋时锦看着容易越来越贴近自己的脸，而后微微变得有些灼热的呼吸，他的心也跟着扑通扑通的直跳。毕竟自上一次做完之后到现在，虽然是有几天的时间了，可那一日他满身的肌肉和汗水还是给了他各种各样的刺激感，脑子里自动的仿佛开始播放起了那天的状态。宋时锦的脸又一下的红了，宋时锦深吸了一口气，看着眼前的容易，他几乎移不开自己的目光。对了，锦娘，你这一次探亲过来，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容易说着，放肆地将自己的大手伸入了宋时锦的小衣里。宋时锦连忙紧握住他的手，有些无语着道：当然不是了，他怎么可能是为了这个？容易可是真会胡说八道，气死他吧。我差点忘记了，其实是因为旁的事儿。他很快就瞧见了容易的手就要继续开始蹂躏，连忙道：是我爹。什么？锦娘这一次过来真的是有事呢？我爹想让我回宋家，亲自到家里来接我了，我没同意他拿我没办法，应该接下来会到书院来找你，我是担心这个，所以才过来的。什么叫想让你回宋家？他是想让我跟你和离。周围的气压瞬间低了下来，宋时锦早就意识到了容易会听到这个生气，真正面对了眼前的这个男人的怒火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容易眯着眼睛，不怒反笑。岳丈让你我和离？他是这么想的，我并不是，你放心，我已经骂过了他了，我不会答应他的。容易一只手撑起了身子，另外一只手伸出去摸着宋时锦的脸，来来回回，上上下下，极其轻柔，却令宋时锦的汗毛直竖。这位未来的首府大人不会是发病了吧？容易，我这次过来就是要提前跟你说一声，以免你没有个准备。容易没有说话，一只手继续不停地在宋时锦的脸上摸来摸去的。宋时锦的心底那种诡异感此时更为强烈了，他眨着眼睛。你怎么不说话了？是生气了吗？容易看着宋时锦紧张又稍稍畏惧的样子，心底一沉，他忽而问道：锦娘很怕我？当然怕呀，怕死了好吗？没有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你可是我的夫君，是我的依靠，我若是怕了你，那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呢？你说是吧？哦，听起来似乎是这样的道理。
不过这个丫头可是经常背着他胡说八道的，他说的他也不能完全相信，更不能完全认同。容易挑了挑眉。可是说到这里，容易忽而将自己的手给抬起，因为他的速度够快，有点吓唬到了宋时锦。宋时锦倒吸了一口气，直接闭上了眼睛。他被容易这一猛的抬手给吓到了。瞧，锦娘还说不怕我。你他妈这么伸出手来吓人，那谁能不怕呀？唉，锦娘果然对我所说的那些都是骗我的，在锦娘的心中，我还是不得信任。真不是，我要是不在乎你的想法，我爹这次过来，我又何必过来呢？你别乱想了，我这是很自然的反应。难道有人做事扬手了，你会不立刻躲开吗？说着，宋时锦也趁容易一个不注意，立刻挥了挥自己的手，那手几乎都要打到容易的眼睛了。可眼前的容易却是始终一动不动，淡然如石。宋时锦顿时无语了，他妈的，果然没躲呀。容易忽而一埋头，将自己的脸放入了宋时锦的脖颈之处，湿热的气息瞬间让宋时锦不由得紧张了起来，不得不说，这容易这副模样也是真的挺让他意外的。容易闷闷的声音传了出来：锦娘，你看我都没躲。你真不是人。这个我就是胆子小，你也知道的嘛，我怕黑，我怕鬼，我还怕虫子，怕很多很多的东西。你是个男人嘛，你自然是不怕的，可这完全不代表我会怕你啊。如果真的要用一个词来表示我刚刚的样子，是敬爱吧。容易没吭声，脸依旧还是埋在宋时锦的脖子。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啊？你是我的夫君，是我的相公，我后半生的依靠就是你了。你在我的心里那可是很神圣的，跟天神一样，我是敬畏也很仰慕的。宋时锦一边自己说着这么腻歪的话，一边搓了搓胳膊，感觉鸡皮疙瘩又落了一地。忽而他脖子处传来一声的震动，而后容易抬起了头来，他一低头，用力地稳住了宋时锦，如虎狼一般吞噬着他的呼吸，他的一切。他喜欢听他说这样的话，哪怕有时候觉得他说的并不是真心的，可只要是他说出来的，那便是真是假都不重要，他只会捡自己喜欢的来听。锦娘，我要抛弃我。宋时锦被亲得有点喘不过气来，脑子也瞬间又成了浆糊。他还是没搞明白，明明是在说害怕不害怕的事情，他爹要不要来的问题，怎么这人忽然之间就开始对他这样了？都说女人是天下间难以理解的生物，可其实看起来好像男人也是吧。瞧瞧容易这样子，谁敢说他的不是呢？容易的唇在宋时锦的身上点燃起了层层的火焰，烧得两个人的心火越来越旺。宋时锦的呼吸也不由得急促了起来，他终于有点记起来了。本来容易的目的就是要在白天睡他，刚刚的他明明是想要转换一下话题，也好让他之后不会觉得太丢脸，却不想因为容易刚刚的那种示弱的表现，让他一时一个不忍心，就被这人给抓住了机会，又像酱酿酿了。我信了你的邪了，容易你这个不要脸的腹黑，又阴我。气喘吁吁的，宋时锦感觉自己从头发丝儿到脚趾头根儿都不想动一下，他被一头猛兽给榨干了。容易这头狼没上床之前是只高傲的猫，上了床就是条放肆了的犬，反正大抵不是人。容易的手又开始在宋时锦的身上游移，惊得宋时锦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你干嘛？宋时锦已经是不想动了，可此时还是极其控制不住的往旁边靠了靠，与容易之间离了些距离。容易的眼睛看着宋时锦美好的项背，还有好看的脸，白嫩的肌肤，他的呼吸又急促了。锦娘，我没吃够，还有点饿。不好意思，我已经饱了，而且撑了，你就歇歇吧。哦，那晚上还能再来吗？宋时锦猛烈的摇头，不行，我还有稿子要写，而且难说我那个便宜爹会不会一会儿就来。居然大白天的他们就这么放肆了。宋时锦觉得还好这客栈的房间里比较宽敞的，不至于能把声音传得太远太远，不然呢他可是真的要丢死人了。容易皱起了眉头，有些不满了。那些事情和人都比我重要吗？当然比你重要了，而且你他妈不是才干过吗？我这胳膊腿的
真是承受不住啊。当然没有你重要啦，你当然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人了。我做什么肯定是要参考一下你的意见的，不过我这会儿是真累了。那我此时给锦娘捏捏。宋时锦来不及拒绝的，这男人的大手就已经开始在他腰部的肌肤上开始来回的轻捏了。这个手劲儿别说还挺舒服的。宋时锦见他果然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一时也就没再说什么，随他去了。只是容易捏着捏着，忽然一只手就往下开始缓缓地移动了起来。妈的，果然不能给这男人一丁点的机会。宋时锦又这么被容易给吃干抹净了一回。等他真的回过神来之后，是真的累得一点都不想动了，而且昏昏欲睡的。毕竟之前也是到了这阵子上之后，就稍稍有点太过于紧张，所以睡也睡得不够好。这会儿被容易给翻来覆去的折腾了很多次，他可是真的很累了，眼睛完全睁不开，彻底的睡了过去。宋时锦这边刚刚睡得沉沉的，不多久，一旁的容易便起来，将衣服都穿好。他看了看宋时锦，知道他还会睡一会儿，估计半天也不会醒来。容易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摸了摸。店小二一瞧见容易，眼睛顿时亮了。这位小相公可是有什么吩咐？容易从袖子里摸了1两银子递给了他。好好照看着房间里的人，另外一个人都不要放进去。店小二得了银子，又知道这俊俏的书生与宋小娘子之间的关系非浅，是宋小娘子的相公，便连忙点点头。您放心，这事儿一定给您办漂亮了。之后他就先回书院了。锦娘提到了，说是宋员外要来，那他一定会到书院去。算来算去的，这时间也大约会是这个时候。容易若是不知道这事儿便罢了，既然知道了，也并不想让宋员外与锦娘互相见到，那样大概会影响到锦娘的心情，所以干脆就在锦娘心情不好的时候，把所有的事情都给解决掉最为合适。容易很快就回到了书院，果然才到了书院的门口，万清源就已经在等着了。一见到容易，就直接给了他这条消息：宋员外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了，带路。万清源瞅见容易一点都不意外的样子，大约也明白了他此时在想些什么。你知道了，弟妹是因为这件事儿才来的书院。之前那么多的人，宋时锦自然是不方便把这事儿给说出来的，而后等到人少了，他们夫妻单独2个人的时候，这家里头的事儿也就好交代了。宋员外闹事了？也不算是闹什么事儿，就是那个架子有点大，而且一瞧就能看出来来者不善。总之你还是小心点吧。哼，这话你得对宋员外说。真正该担心所有的一切的，完全就不是容易，而是这位有点没数的宋员外。容易与万清源一起回了自己住的地方。宋员外坐在院子里，早就已经没了耐心，专门前来堵自己的这个不知名的女婿的，却是没想到他兴冲冲的来了，却是连人都没有看到。要不是一旁的管家给提醒着，估计他也是要发火了。员外爷，姑爷回来了。宋员外那可是个大大的颜控，这会瞧见了容易比之前少年时期更为好看的一张脸。宋员外原本准备好的许多话，这会有点说不出口了。这容秀才几年不见，居然又好看了，这气度，这身板，还有眉宇之间的稚气褪去，换成了一种说不上来的稳重和锋利。只是一眼瞧过去，便觉得容易更为鹤立鸡群。颜控宋员外忽然就有点移不开眼睛了。岳父，您怎么来了？万清源有点疑惑，他本以为容易上来就要对着自己的岳父捅刀子的，却没想到他居然瞧着一副完美女婿的模样。这怎么回事？岳父专程前来，是来检查小旭的课业的吗？宋员外一头雾水。我检查个什么课业？小旭，多谢岳父对小旭的照顾和爱护，能在生意繁忙之际还能如此想到小旭。不，我没有，好像有哪里不对。管家瞅了一眼这女婿，心底感叹了下，难怪不少人都挺害怕员外家这个姑爷的。这人不仅仅长得好，还异常的聪明。岳父大人，不如与我一道进房间里聊。宋员外被眼前的这个俊美的一张脸上露出的迷人笑容给整得更晕乎了，真的就迈开了步子就要跟上去，才走了2步，
忽然他好像意识到不对劲儿，宋员外的脸一黑。谁要跟你一起进房间聊，我们就在这里把所有的话说清楚就是了。哦，不知道岳父大人有什么话要讲的，小婿洗耳恭听。宋员外轻咳了一声，这个女婿太好看了，挑起了眉毛，都看着像是一幅画一般，害得宋员外又差点失了神。其实也很简单，你立刻与我女儿和离，还她自由，以后再也不要与她有任何的牵扯，容易的眼睛微微一眯，虽然早就已经料到了眼前的宋员外会说些什么话，不过他此时真的听到他开口，这会儿的容易还是心情极其不爽的。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我与锦娘夫妻和睦，相敬如宾，恩爱和谐，并未有什么问题，如今更是连觉儿都已经5岁了，您让我们和离，这说实话小婿万分不解。废什么话，让你们和离就和离，哪来这么多话？恕不能从命。岳父，您能有现在舒服的日子也挺不容易的，小婿不想让你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容易低垂着眉眼，平静的脸上已经在压抑着眼底的暴风雨欲来，万清源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这个宋员外是怎么回事？哪壶不开提哪壶。容易平日里的温顺那都是表面，好像他就是条冬眠的蛇，怎么戳他都没有反应，可再怎么对他本性那也是条蛇呀。宋员外这么做事儿，那已经是深深地触碰了眼前的容易的逆鳞了，这么下去问题一定会很严重很严重。宋员外听到容易这么说，却是笑了起来，而且笑得很大声。这可是我这一生听到的最大的笑话，你是在威胁我吗？宋员外那是什么身份？就算是在官员之前，他也是有着不小的面子的，他这样的人那可绝对不可能被一个小小的书生给威胁到的。容易，我奉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以你的身份本来就是高攀了我宋家，我能将女儿嫁给你，当然也能把我的女儿给收回来，你没有半点资格与我说什么话，你若是识相的话。不好意思，我不可能让锦娘离开我，若是想要她离开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死。宋员外的眉头紧皱，眼神中带着几分威胁，容易看着他，丝毫不怕他这样的眼神，反而继续道：况且若是这一切都是锦娘的决定，我会彻底的尊重她的选择，只是我知道她不会这么做的，她是这天下间最好的女子，也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放开的人。岳父大人不知道因为何故从未养育过锦娘，也从来都没有对她关心过，我叫你一声岳父大人，那已经算是给你面子了，可你不该蹬鼻子上脸，真不知道自己该是个什么样的立场。如若您执意要做一些让锦娘和我都不怎么舒服的行为，我也会生气的。万清源和宋员外在一旁听得哑口无言。话说，一个俊秀的柔弱书生模样的男子，轻描淡写的极其温柔的开口说他生气了，似乎这是一句很没有气势的话，也无法威胁和恐吓到其他的人。可是真的这话到了容易的口中，身边这么多的人却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冰冷，如同坠入了冰窖之中。奇怪，不过就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书生。我生平所见这样的年轻人无数，也从来都没有过这种会忽然之间心生恐惧的感觉。你生气了又怎么样？你以为我会怕你一个穷书生生气？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让书院将你给开了，顺便让你永远都不可能有未来？是吗？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不想再要你宋家的生意继续做下去的话。你真以为你有点学识就会被书院给护着？我倒是要看看你一个没有背景的山村秀才到底能有什么本事。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带他走，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能狂到几时。宋员外才这么一做，他身边的管家却是不由自主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老爷，这儿可是书院，在这里拿人，您这是想要跟整个书院为敌吗？宋员外这脑子真的是，若非是上天给了他一张长得还行的脸，就这种智商早就完蛋了。我就是不管，你们就给我立刻上，我看谁敢拦着我带走我这个女婿。宋员外这会儿倒也不傻，
这话说的其实还是有点态度的，他来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当然，他在书院里如果真的带走一个书生，那也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若是他以岳父的身份带走自己家的女婿，那这就纯属于家事了，那就不是书院里其他人能拦得住的了。哼，是吗？可若是真的有人能拦着你呢？呵呵，你在开什么玩笑？我才不会被谁……宋不要脸的，你不在家守着你的小妾们，到这里来干扰我的女婿做什么？宋员外闻言，脸色顿时一变。郑飞鱼，你怎么在这儿？他问的话自然得不到眼前的郑飞鱼的答案，他的目光如刀子一般，迈开了步子，不过几步就直接冲到宋员外的跟前，扬起了手，就是一巴掌打在宋员外的脸上。啪的一声，所有的人看到这一幕直接就惊呆了。宋不要脸的，你可以啊？谁给你的胆子前来骚扰我的女儿我的女婿的？你以为你自己是谁，还敢出现在这里？宋员外被这一巴掌给打的脸立刻就肿了，周围围观的书院学子们这回是整个人都已经看懵了，而宋员外却显然对此感觉很平常。小鱼，我他的眼睛里带着几分畏惧和委屈。我这也是为了宋家。女婿，承认我带走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考试，别让我女儿受半点委屈，要不然下一次我打的就是你。说完了这话，郑飞鱼风风火火的来，而后又风风火火的就离开了。一旁的宋员外带来的打手们还没等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呢，这回主子就已经被人给带走了。姑爷，刚刚老爷说的话您就别放在心上了，这一回我们这郑夫人回来了，那这事儿就保证没什么后顾的问题了，您尽管放心，老爷应该是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管家可知是谁蛊惑的宋员外吗？依照宋员外的脾气性格，既然眼前的这个女儿他早就已经不认了，万万也没有那个心情再出现过来找他的。可他偏偏又来了，这中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管家平时基本上是与宋员外形影不离的，你可知这中间的猫腻？姑爷果然聪明，老爷他的确是被人给挑唆了，具体是谁，那是个连郑家都得罪不起的人。刚刚老爷的话也没有说错，如果老爷不照着那人的安排过来做事，怕是整个宋家都会遭殃。老爷性情的确是有点愚蠢，可他也并不糊涂，还请姑爷体谅。有时候无意的糊涂比下作的狠手更令人反感，管家以后还是要劝着点宋员外，不要再来招惹锦娘，不然我也会让宋家一夕灭掉的。明明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酸秀才，不过仗着几分学识罢了，可老管家却不敢不听，他连忙点点头道：姑爷放心，这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办。给了容易一句保证。说完了这话，老管家这才转身领着众人离开。如意，你挺可以的，瞧瞧把人家老管家给吓成了什么样子了。他自找的，我没有下狠手，已经是给他们面子了。我很好奇，你是怎么会让你岳母大人来的，而且还能这么准时的出现，正好就过来将宋员外的事儿给处理了？万清源的确觉得挺意外，容易按理说得到消息的时间不会早的，可他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郑飞鱼消息，又让他赶过来，这就有些预判了吧？哼，你觉得发生在我荣家的事情，我是真的一件都不知道，还需要我娘子来告知我吗？万兄，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只是个没有任何能力和人脉背景的普通山村秀才吧？万清源更是无话可说。我自然是有我自己的消息来源的。锦娘以为他不知道的某些事情，事实上他早就已经知晓了。他并不知道的是，锦娘会来探亲，来找他。毕竟他动身很快，又与来给他传消息的人出行时间基本一致，算是正好错过，所以刚刚好避了开。容易在知道了这事儿之后，就与锦娘所想的一样，知道这宋员外是一定会找到这儿来的，所以他直接就给了郑飞鱼一个飞鸽传书，让他在探亲这一天赶过来。天下间哪里有那么多巧合的事儿？万清源摇了摇头，默默地看了容易一眼，
好在我与你是朋友而非敌人，你这隐藏的也太深了。不过你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了，你的所谓的人脉背景到底是什么？我很想查上一查了。万清源也只是这么问一问，当然他很清楚地知道容易是不可能告诉他的，就算是真的问了，容易也绝对不会开口。哦对了，你让我给你调查的事情大概已经有了几分眉目。哦，说来听听。之前你说的那名男子在我们万家的店里住过，我的人给我的消息是他们那一行人与肃王府有些关系，我派去跟踪的人最后去了肃王府。万清源说到这里，不由得观察着眼前的容易的反应。你该不会告诉我你的确是跟肃王府有什么仇怨吧？你的确是跟肃王府有什么仇怨吧？我们这样的小市民跟那么大的贵人作对，可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容易没说话，万清源顿时心凉了半截。怎么，你怕了？我怕也没什么用，如今你已经将我们都绑到一起了，是好是坏，一切都是只能是拼了。你放心，与我一道，神佛见的，地狱也去的，不过是个肃王府，这天下总有克制他的，只要是人便自然是会有缺点的。哎呀，不管怎么说你也得小心一些，他们终归是肃王府，怕是没有那么好惹呀。万兄，我知道这事想要成功极难，我唯一能告诉你的便是我活你们活，若是出事，那第一个被砍头的我保证也会是我。好，得你这一番话，我便将万家上上下下百口人的富贵身家都系于你身了。容易唇角微勾，依然还是刚刚那么一副平静的样子，可他却又在此时显得异常的可靠。我容易可能不是个好人，可我罩着的人却是会一辈子都罩着的。宋时锦睡得正香，猛地从床上蹦了起来。啊，怎么睡到现在了？这是几点了？宋员外来了没？他深吸了一口气，赶紧开始将自己衣服给穿上去。只是衣服才刚刚的穿好，他还没来得及要出门呢，门口便已经传来了容易的声音：你醒了？你怎么不叫醒我呀？你什么时候醒来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看你有些累，想让你好好的休息一下。那我那个爹呢？他来了没？来了。来了？真的来了？你明明知道我就是不想要他找你的麻烦，你还不叫醒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他人呢？放心，没事，他已经走了，也没弄出什么麻烦。宋时锦一愣，这会将紧张和担心的情绪给收了回来，顿时冷静了下来。是啊，宋员外的确是个麻烦，可容易那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他也很清楚。就容易那么腹黑的实力，还是未来的首辅大人，那么一个指点江山的大佬级别的人物，一个宋员外根本就不够看的。宋时锦这会儿反应了过来，就很轻松了。他回到了桌子前，坐了下来。没整出麻烦就好。宋时锦感叹了下，果然身边有容易就是不同的。他大概需要学习的，反而是如何彻底的相信容易，对他有更多的信任之后，他也就不会各种紧张了。锦娘，不必担心，以后天大的事情都有我撑着的，你可以放轻松，完全将所有的压力放在我的身上，不必担心什么，一切都有我。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就是平日里独立处理事情处理习惯了，所以一时忘记了还有你呢。宋员外应该是个没脸没皮的人，他肯定不会好好跟你说话的。所以说，这中间你是用了什么方式才会让他走的？我们的交流还是比较和谐的，也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宋员外没有跟你起冲突，他之前在家的时候都差点让人把我给绑走了的，这一次居然没跟你闹起来，这好像有点说不大过去吧？是真的，大概是真的觉得我会对你好，所以他就认可了我们了。这话说的，我信你个鬼！说实话，别捣乱。被岳母给叫回去了。容易随意的答了句，他又贴近了宋时锦几分，眸色中带着几分温柔，眼睛火辣辣的，只看着宋时锦一个人。盛飞宇，他怎么来了？岳父大人这个人出现，我们作为晚辈的出面，不管怎么样，与他争吵都是不合适的。想要让他离开，自然唯一的办法就只能让岳母来了。果然，岳母不过只是说了两句，岳父就跟着他走了。宋时锦有些无语，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事情好像有点太巧了。宋时锦眯着眼睛，揣测着所有的信息。所以，容易，我娘是你叫来的了？是我。所以说，在我来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我爹宋员外会来找你了。容易又跟着点了点头。
我在家里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你是在找人监督我，还是监视我？虽然看起来只是很简单的事情，可宋时锦可是一直都不是个笨的，他向来做事有自己的脑子，一开始想不大明白的事儿，可是仔细一思考，就能猜测出来这中间的猫腻。我家娘子可真是聪明，这么快就猜出来了。你为什么要监督我啊？难不成还怕我跑了？说实话，我的确有些担心。锦娘对于我而言太重要了，可我之前对锦娘不够温柔体贴，不够关心，我怕锦娘还存了要与我和离的心思，那天真的抛弃我跟觉儿走了。我知道我自己这样做不好，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锦娘，你会不会更讨厌我了？我很想直接说，这种行为我是真的挺讨厌的，可看着容易这副模样，他的话完全就说不出来了。宋时锦轻咳了一声，眼瞧着容易又要往自己跟前靠着，那双可怜巴巴的眼睛都微红了的样子。不讨厌，我不讨厌你，况且你这样做不也是有好处的吗？这次如果不是你提前得知了消息，及时通知了我娘，那宋员外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跟着走，不是吗？所以说这事也是有好处的。容易定定地观察着宋时锦，似乎是在看着他，揣测着他此时的反应是不是真实，说的话是不是真心。我能想明白的，你这也可以说是监视我，同样的也可以说是在关心我嘛。如果你不在乎我，那又干嘛做这种事儿啊？这说明了我们容易是真的很在乎我的，我高兴着呢。不过什么？刚刚他还听着宋时锦是在夸赞着他的，这会话题一转，顿时让他整个人都有点紧张了。不过容易，你真的很狗。容易有些疑惑啊，我那个娘亲好像是对宋员外特别的不喜欢，长年了都没有去看过他一眼，你还专门的去通知他。不得不说一句，容易的行为可是真的够损，他的这一招那可是将宋员外跟郑飞鱼一道都给整了，而且整的结果还是半点让人瞧不出来的。果然还是娘子懂我心意。锦娘说他很狗，可是能一眼看穿他的心意的，和内心深处最底层潜藏着的情绪的，也只有锦娘一人。干得好，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心胸有些狭隘了？并没有，若是你真的不计较，那才说明你无情，正是你有情，所以才会无法原谅。宋员外和郑飞鱼他们的事情我可以理解，却是始终无法原谅。锦娘如何看我容易我不知道，在我心底，锦娘比任何人都重要。那些人伤害了锦娘，便是锦娘愿意原谅他们，我容易也不原谅的。若非如此，这一次他也不会做得那么损。明明郑飞鱼与宋员外之间毫无感情，二人多年未见，更基本如仇人一般。宋员外是郑飞鱼人生中的污点，而郑飞鱼是宋员外这一生的噩梦。这会儿岳父跟岳母之间一定是会很热闹。宋时锦顿时无语了，可不就是嘛，他刚刚就差点忘记了容易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了。不过岳母大人本是不必来的，他却来了，你可知道这是为何？啊，我明白，他大概是真的有几分悔意的，做母亲的都能理解这些，也最容易后悔了。我也能理解他的做法，天底下没有人能做到完美的，他也是做到了他该做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慢慢的接受和了解他吧。锦娘，不必对自己这么苛刻，也不必一定要让自己短时间内就能做到原谅，这样的事情就连天神也是做不到的。好，我知道了。你饿不饿？我瞧着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若是你想出去走走，再去弄点吃的，我们可以一道出去。对啊，这里不比乡下，镇子里应该是有夜市的吧？锦娘若是想去，我们便出去一道看看。我到了这镇子上之后，也并没有天天出门，夜市也没怎么去过，只是之前万清源有叫我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了。好，那正好啊，我们两个现在一起过去看看去。待我给你带件薄披风，虽然现在外面天热，却是有些风大的。两个人都换上了挡风的衣服，刚刚走出了门，碰到了店小二。店小二与他们打了招呼，而后便目送着这对夫妻走出了门。此时的店小二不由得叹了口气，一旁的掌柜瞧着他这个样子，顿时有些奇怪了。你这叹的什么气啊？我就是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有点太大了，难怪要让人多做善事呢。你说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了，所以才会过得这么凄惨？长得也不好看，能力也不行，看一两眼书就头疼，没有个女子能瞧上我，愿意当我媳妇儿。店小二只是这么一想，
便觉得心跟着越来越塞。掌柜的，你再看看这位荣书生，那般相貌，那般学识，听说是书院第1名呢。人家还有这么一美貌娇妻，夫妻感情一巧就好的不行，咱这过得叫个什么呀？我当你在这牢骚什么呢？原来是说的这个。你小子就是想的有点多，这事跟你有个毛线关系？想的倒是一出一出的。你多干点活，那不什么都有了？干活去。你还羡慕呢，我更羡慕。可咱们也得知道，这世上哪有人不苦的？我们羡慕别人，还别说，还有人羡慕我们呢。宋时锦与容易两个人一路走着，城镇夜间的风的确有点大，还好容易提前让他穿好了披风，要不然这会儿估计头发都要被吹成鸟窝了，那就真的不美了。风这么大，那夜市的摊子会开着吗？夜市那一处是避着风的，我们处在这正街上，才会感觉到风大。而且卢县令专门在这一段时间加高了城墙布置，所以最近这风已经小很多了。两个人到了夜市上，果然这处夜市所在的地方还真的是背风口，里头远远看过去真的是灯火通明，四处悬挂着红灯笼，这里的蜡烛真的算是会滴到天明的。这一处的夜市啊，也只有这一片才有，其他地方怕是就没有了。还是因为之前将山匪给剿灭之后，这里的治安好上了许多，这夜市最近也上许多了，人也渐渐开始陆陆续续上街了。我看这一路上其实好像挺多地方都已经关了门了的，并没有太多真正开的店铺，晚上出门的人看来还真的不是那么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经的宦官和农作人家等都已经早早入睡了，只有部分见不得光的会营业。一哥，你说的可是昌寮、妓院，还有赌坊、酒楼等也会有夜间继续营业的。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如同自然界有黑暗有白天，人有善有恶，这种天生的对立却又不可分离的事物也是自然而然的嘛，不过就是看我们个人喜不喜欢了，又能不能承受得住了。锦娘觉得这是个人的爱好，那你会不会无所谓对错了？这个当然不是了，人会被欲望所裹挟，而后失去是非观，造成很多很可怕的结果。人在造成那些可怕后果的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自己会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步的，所以还是不要做坏事的好，毕竟结果可是会一个人无法承受得了的。人人都不喜欢不好的结果，而短期利益的追逐的结果就会是最让人无法承受的那种可怕。就比如说你平日里只是多吃了那么几口，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胃口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就胖到自己不可承受的地步了。贪得无厌的人结果都不会好，所以升官欲望的事情还是不要涉足太深。而潜藏黑暗的那一小部分人，便是用人类的欲望去引得普通人走向深渊，这对于我而言是很不好的。一哥，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以后你当了官。你说。以后你当了官，一定要把百姓们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做一个清官、好官，以身作则，好吗？好。宋时锦顿时笑了，容易不知道为什么，心底此时涌动起了几分的温柔和激动。我本读书志便在此，不为强权，不为家财，锦娘，我会做到的。宋时锦听了容易这话，他便点了点头。一哥儿这话我听了极其的喜欢。我希望我嫁的男人顶天立地，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可以没钱没势，却不能没了脊梁。一哥儿，说是以后你没做错，天下人要与你为敌，我也会与你站在一起的。可若是以后你错了，说是你错了，我会先于天下人之前亲手结果了你。容易默默地看着宋时锦，这女人说的话自然是真的，她不屑于说假话，而是真的很直很直。锦娘与我才刚刚心心相印，彼此有情，一定要说这种丧气话吗？那你会那样做吗？违背我如今说的这些，虽然我也知道我现在说的这种话有点脑残，只是这是我的底线。你的身份不同，自然要求高一些了，总不能以后我要带着孩子一起跟着你被人唾骂吧？一哥儿，你不是一个人，你身旁有我和觉儿呢。好，锦娘，我答应你。而后他的目光深沉，语气中带着几分说不上来的威胁和森然的冷意。可我也有个条件。条件？宋时锦一呆，他差点就忘记了，容易本性可是万万不会吃亏的呢。你不可抛弃我，离开我，有生之年永远在我的身边，只做我容易一人之妻，只与我容易携手白头。
只有你时时刻刻从旁提醒，我才不会走上偏路。锦娘，你待在我的身边，我做错了，你便骂我、打我，我就一定会好的。容易这人实在是太会了。宋时锦深深地看了容易一眼，心底不由得思考了起来。他半天不说话，让眼前的容易不免有点小小的惊慌。容易看了一眼宋时锦，而后有些不怎么能确定的开口询问道：锦娘这会儿怎么就不说话了？可是有什么是我不对的？不是，我只是忽然之间意识到，你才是真正的深不可测的老司机，比牛二嫂还牛逼的那种。情话的高度很深很深，套路一套一套的。宋时锦亏的已经算是个特别难以相处的钢铁直女了，还不得不承认都能被他给引得特别心动的那种。所以说这个男人太可怕。那锦娘，我刚刚说的，你若是同意了，我自然会应你。我同意，自然是同意的。我他妈敢不同意吗？你说这话的时候，那就只差接下来把刀架我脖子上了。我这边若是敢说一个字不同意，那边估计脑袋就得搬家。容易闻言顿时笑了，上前忽而拉住了宋时锦的手，将他给护着。锦娘，小心风大。宋时锦看着他，也跟着甜甜的傻笑了起来。两个人拉着手，沉默的在这夜市上转悠着。小哥儿，你可愿意这会儿进来坐这儿歇歇脚？忽而一道声音传入了二人耳中，声音如黄鹂一般诱人，令宋时锦只听了一下，便浑身觉得酥软。我去，这声音可真好听。只是容易一听，那脸色却是立刻就那么一变，整个人都变得很紧张。锦娘，我们走吧。你怎么了？容易神色顿时凝重得很。他摇了摇头，话却是没多说一句，只是拉住了宋时锦的手，这会儿更不打算放开。宋时锦一时也有些好奇了，也不知道这容易此时是个什么个情况。瞧着他这样子，好像是有点什么事儿。小哥，你为什么要走呢？我们这边个个皆是爱慕您的女子，不如停下来歇歇脚，与我等聊聊天如何？小哥，我们都想与你说一说话，谈一谈天。这世间还有如此之多的美好，需要我们坦诚面对，尽心了解。不如进来喝上一杯，岂不快哉？那边叫着容易小哥的声音越甜，容易的手便抓着宋时锦的手越紧。这容易好像是这会儿真的被吓到了一样。瞧着他这副模样，宋时锦都不免有些觉得小小的好笑了，可他此时却并没有怎么多笑起来。容易，我们不如进去瞧瞧去。瞧瞧，锦娘，里头的风气不是特别好，锦娘还是不要。这有什么不好的？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我还挺想瞧瞧这里头是什么样的呢。容易脸黑的拖着他往旁边走去，真不该将锦娘带来这夜市了，本就是吹风，吃点东西，那种奇奇怪怪的地方的景儿，自然是绝对不能让锦娘接触到的。容易拉着宋时锦一路走开，离开这处的地方远了许多之后，他们站到了一处的河边的凉亭之内。怎么啦？不过只是这么点小事儿，不必紧张了。你都抓疼了我呢。锦娘，那里不是什么好地方，你可不要进去。现代社会的夜店比这个还疯狂呢。我虽然没正经去过，可好歹见识过呢。锦娘，不光是现在不能进去，以后也绝对不能进去。这样啊？那你呢？你是不是要进去啊？容易有些疑惑，容易呆呆地看着宋时锦，一时半会儿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一哥，你不想让我进到那种地方去，还说不是什么好地方，那你以后也得答应我，你也不能进到那种场合。你要是能做到，我自然就能做到了。这种事情，女人能跟男人一样吗？可能在旁人那里是不一样的，可在我锦娘这里，这就是一样的。人嘛，那可是绝对不能玩双标的。所以，一哥，我不能进去，你也不能，要不然那就对我不公平了。如果我觉得不公平了，我可是难保我自己会不会进去的。我向你发誓，这种地方我一生都不会踏进去一步。真的？容易点了点头。宋时锦瞧了他一眼，心满意足地笑了。很好，那这样就对于我们而言很公平了。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反正他本来就不喜欢那种地方，说是锦娘不喜欢，他就更不需要了。回去之后，容易需要给万清源做个安排，以后但凡是这种场合，千万别叫他，万清源自己去就成了。说是真的闹起来，那估计他的日子怕是会极其的不好过的。两个人又小小的聊了会儿，忽而宋时锦微微的皱了皱鼻子，好像此时闻到了些许的恶臭，气味扑鼻而来，令他差点都没有立刻恶心了。这是什么气味啊？怎么闻起来那么难闻呢？
宋时锦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不得不说，这种味道实在是太过于清楚了，只是这么一闻，几乎让他立刻就要吐了。好像是什么东西在散发的味道，你在这等着，我过去瞧瞧去。说完这话，容易就朝着一旁没过了膝盖的草丛里走过去，他想要瞧瞧这草丛里头到底有着什么。容易这边刚刚走过去，宋时锦只能站在原地等着，距离似乎并不是太远，可应该还是能有点距离的，毕竟这味道是时有时无的，风吹过来味道就重一些，风一停下那味道就明显的很轻，需要人仔细闻才能闻得到。容易一进了草丛的地方，弯下了腰，不知道在探查什么，而后他渐渐地顺着草丛便不见了踪影。宋时锦一开始还能听到一些稀稀碎碎的草丛的声音，后来就听得不大清楚了。这河边高高的芦苇荡，人只要往里头钻，很快就会消失不见。宋时锦站在原地，忽而觉得有些冷，而且这地方也有些陌生。黑夜之中，这种环境下始终是有些让人心底容易产生恐惧的。此时的宋时锦不免深吸了一口气，安慰着自己暂时也别害怕，况且这会也没什么好怕的。不知道过了多久，风还在不停地吹着，那股恶臭依旧在传过来。尽管有着披风挡着风，可宋时锦仿佛还是可以感受到那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一种奇奇怪怪的却又令人无法摆脱的恐惧。容易，宋时锦此时不由得开口问了一句，而后他很快就朝着四周看了看，最后将目光停在了之前容易走开的地方，那里很是平静。宋时锦想了下，他还是不想在原地等着了，干脆走过去瞧瞧，毕竟也不知道现在的容易怎么样了，都已经有小半刻的时间了，在这里等着他只会更不舒服。想到这里，宋时锦便没有再迟疑，直接迈开了步子，就朝着眼前深深的芦苇荡里走去。他又走了几步，便似乎好像听到了身后有小小的步子在跟着他，他的眼睛微微一眯，心也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宋时锦不知道身后跟着他的是什么，只能尝试的先叫一声，容易。宋时锦屏住了呼吸，观察着身后那东西的反应，只是小半天了，他也没有等到，似乎背后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令宋时锦此时整个人的警惕心瞬间提高到了极点，他恐惧不已，这背后跟着他的到底是什么？容易，你在吗？他明明感觉到身后是有东西在跟着的，可他此时却不敢回头，只能尽力地加快了脚步，那股影子似乎越来越近。此时的宋时锦也是一样的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他的心底更为紧张。忽而耳旁一道劲风袭来，宋时锦倒吸了一口凉气，猛地往前一冲，而后忽然回头，他不过只是往身后瞧了一眼，便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那是一个戴着鬼面具的身形高大的男人，他看不清楚这个男人的长相，毕竟他戴着可怕的面具，所以只能瞧见那双眼睛，其他的还真的是看不清楚。你是谁？面具男并没有说话，他嘿嘿笑了一声，而后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砍刀，就要朝着宋时锦砍过去。这速度，宋时锦倒吸了一口凉气，直接就被眼前的这个人这种出其不意的就要出手攻击的行为给惊了下。他连忙往后退了一步。你到底是什么人？可眼前的这个男人依旧是一句话也不肯说，又是一刀就要朝着宋时锦砍过去。你还真的要对我动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宋时锦也不躲的，直接就迎面而上。他的速度很快，而且毫不留情，身体的预判能令他轻松地得出眼前这个男人下一刻的出手，而后他甚至于可以做到比这个人还要快的实力，一抬手之间就夺走了这面具男手中的砍刀。那面具男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本以为可以伤到眼前这个女人的，形势却立刻反转。哼，你刚刚不是吓我吗？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张面具底下到底长了一张什么样的脸。说着，宋时锦伸手就要抓眼前面具男脸上的面具。就在此时，宋时锦身后的不远处传来了熟悉的声音：锦娘，是容易。宋时锦的心头一喜，刚刚发生了什么？我好像看到有人影落水了。他听到了这里有动静，连忙赶了过来，一瞧便看到了锦娘。好在锦娘没事儿，容易刚刚说实话心都跟着颤抖了起来，他可是生怕锦娘发生了什么的，万一锦娘真的出事儿，
荣毅觉得自己8成是不可能原谅自己的。毅哥，刚刚有个戴面具的男人跟踪了我，太可怕了，我一转头就看到那么一张脸，差点没把我给吓死了都。好在我还有点武功，不然就真的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放心，没事，刚刚的那一切这会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真的没事了。毅哥，你刚刚去了哪儿了？怎么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怕是我们一会儿回去要报官了，你与我一同去见卢县令，我要将这前方的消息说与他听。这个我能问是什么事儿吗？前面的一处洼地是个抛尸地，应该是近期才有人将尸体往这儿扔的。毅哥，我有点怕。别怕，这事情我会处理的，我们先回去。怎么了，锦娘？如果你真的很怕的话，就说出来，不要压抑着。锦娘的沉默令容易心底更为怜惜她了。锦娘是她最在乎的人，她可不想让她受半分的委屈。我刚刚被人给袭击，那个面具男是不是跟眼前这片洼地是有关系的？你刚刚不是还有些恐惧，说有些害怕的，怎么现在……这转换话题的速度有些太快了，原谅他可是真的有点跟不上锦娘的节奏。因为有你啊，你不是在这儿吗？你在这儿，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好像真的有那么几分道理。那你可曾注意到刚刚的那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应该是没有的，不过我大概是能判断出他的身高、身形，还能还原刚刚见到的那个场景。虽然他的外形特点不是特别明显，而且我也没有听他开口说过话，不过我猜测他肯定是住在这附近的人，或者至少对这一片的水域和环境很是了解。这里散发着恶臭，周围的人却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可见，要不然是这附近的人是被其他的原因给影响了，所以并不认为这些有什么特别之处。那这个能让其他的人不往这边来的原因是什么？又是什么造成的？应该都是可以调查的角度。锦娘说的正是我想要去调查的方向。另外，还有刚刚的那个人留在河边的脚印也是线索。还有你刚刚提到的面具和砍刀。接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看锦娘的画画水平了。放心，这是配合破案的，我一定会尽全力。回到了客栈，荣毅本来想要让宋时锦一个人好好休息休息的，只是宋时锦自己将这些给拒绝了。他眨巴着眼睛，无辜地看着荣毅：“你要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吗？我一个人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事情啊？我真的有些害怕。”你想与我一起？宋时锦点点头，这么热闹的事儿，他如果不能参与，那也太可惜了。他可真的不想遭遇这种的情况，所以说还是给自己争取点机会。这会儿能出门，那自然才是最好的。荣毅看了他一眼，想都不想的直接就同意了。好，那与我一起走吧。荣相公怎么这一日又来了，而且还带着媳妇儿？你快点坐下，别乱跑了，让人看见多不好啊！你瞧瞧这旁边的衙役们，个个都用那种眼神看着咱们，怪怪的。无妨，他们不会说什么的。很快卢县令就到了，大半夜的他也是服了。这容易上一次就搅和了他一通，搞得他半天都没睡好，这一次倒是真行了，他直接就整成大晚上的来了。容易，这会儿可是快到子时了，你要是不好好给本官一个交代，本官就把你关进大牢里反省2天去，罪名就是扰人清梦。容易根本不将卢县令这种威胁放在眼里，他很自然的就将刚刚他与锦娘遇到的事情给说了。这一次果然换卢县令震惊了。你说的真的？抛尸地在本县的管辖区内居然有抛尸这种事情？卢县令第一时间否定，可下一刻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容易。你可看清楚了那尸体的样子？有几具？都是什么情况？容易摇了摇头。时间紧急，而且月末事情并不小，我只能先放一放，至于具体的其他的事情也只能是暂时放到一旁。卢大人，虽然我没有过多的去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止那么3-5具。还3-5具？卢县令一时只觉得头嗡嗡的炸响，在他的管辖区内发生如此重大的命案，那可是对于他个人的升迁有着很严重的影响的。这事儿那可真的不是3言2语就能说得清楚的。卢县令真的有点懵了。容易似乎对于卢县令有这种反应并不稀奇，他等了一会儿，瞧了卢县令这个样子之后，他定了定神，又继续道：县令大人，我建议立刻派衙役看守那一片抛尸地，另外招募仵作尽快的勘验尸体，还有让捕快过去勘测一下现场，也许还能有其他的线索在。时间越长，变数就会越大，对于您破案更不利，
这事情已经被发现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的破解眼前的这一个案子。好，我立刻派人过去。你可还有其他要交代的？我娘子需要笔墨纸砚。笔墨纸砚？夫人这是打算做什么？他这可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架势，这会儿不免会有一些好奇。容易知道宋时锦是要画出之前那个人的肖像，只是他有些好奇的是宋时锦能怎么画，毕竟宋时锦让准备的物品的确有些奇怪，他还需要一根羽毛，所以容易也只能对着卢县令摇了摇头。这夫人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真的能做出令人震惊的好画来吗？大人错了，我娘子不是要画令人震惊的好画，她只是要将回忆中的那个与她有一面之缘的嫌疑人给画出来。卢县令沉默，说实话，他虽然知道宋时锦是有点实力的，可是他到底能有多强，这还是令人怀疑的，毕竟是村野出身，也没有高超的师傅培养。这个只能看看了。容易默默地看了一眼卢县令，心底感叹，曾经的我也以为锦娘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后来我深深地为我之前的见识浅薄而后悔。容易的唇角微微勾起，他被锦娘的实力打脸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倒是很期待等会儿这卢县令的表情。约半个时辰，房间里传来了宋时锦的声音：一哥可以进来了，我已经画好了。容易连忙跟着卢县令一道进了房间，桌子上正放着宋时锦画着的素描。我画的也只能是这么一个水平了，这没什么办法，毕竟那只是一眼，能记得清楚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没事，画不好没关系，我其实也……没期待这话还没说完，他的目光落到了眼前桌面上的画，才看了一眼，卢县令呆愣在了当场，他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脸瞬间就涨得通红一片。这他妈的叫画的不好？他敢说他就从来没有见过有画嫌疑人肖像画的那么好的，这简直太厉害了好吗？这个画的确是有些差的，请您多多担待了。卢县令擦了一把自己脸上的冷汗，这如果就叫差，那他养的那群画师，不是整个朝廷养的画师，该不会都是废物吧？卢县令这副样子让容易瞧见了，一时唇角微微勾了勾。的确是拿不出手，我们县令大人的画师画得更好，毕竟有多年抓捕罪犯的经验呢。卢县令顿时哑口无言，这容易嘴里真的是一点都不留情，说的话真的是要气死个人了。宋时锦没听出容易这话语中的讽刺，也很在意的跟着点点头。没错，我只是个新手，也的确画不出专业画师的水准来。夫人不必妄自菲薄，你这一手画像的水平标新立异，我前所未见。虽说意境可能瞧得不真，可胜在真实可信。是我刚刚有些狭隘，误以为夫人实力不济，是本县愚蠢了。宋时锦有些无语，他画的真的有那么好？我可否向夫人您请教这种作画的方式？大人想的自然是好事，只是我娘子是名女子，对外做事颇有不便。卢县令顿时哑口无言，这容易果然是个不好说话的，瞧瞧这人，说一句对他一句的，真的是。卢县令木着脸看着眼前的容易，没得商量了？也不是，可以商量，主要是我当不了家，我在家就是个吃干饭和长工干活的人，别的我可不行。卢县令气得又说不出话来了，容易这个人说话真的是要气死人了，可他偏偏还什么话都不能多说。卢县令的眉头紧皱，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可以帮忙的，不过就是小事一桩，给画师们说一说这绘画的思路，其实他们都可以做到的。卢县令惊讶地看了宋时锦一眼，他此时更震惊于宋时锦的大气和宽容，这可是平常的时候瞧不见的。既然如此，只看夫人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可以尽快的让画师们过来跟您一道学习。不过这自然算也得一段时间之后了，毕竟这一回的案子还是最重要的。宋时锦忽而有些好奇的看着跟着自己，这会儿连走也不肯走的容易。你不跟着县令大人一道出门的吗？这会在这儿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啊？旁人的事情与我何干？况且破案也不是我一介书生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跟锦娘在一起我更开心。宋时锦一时语塞，他忽然之间有些忧心了。容易一点没有世间名利之心，这可怎么办？他的脑子里好像除了老婆孩子热炕头，那就真的没别的了。